各位伙伴，各位心灵知己、生命的伙伴，大家好。我们又继续来一起，探索生命的奥秘，发现真理跟实现真理，还有真爱，就是智慧和慈悲。智慧就是真理真相，真理实相，真爱就是慈悲爱心。感谢正太传基金会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共修共振那我们要秉着正太传基金会的精神再传嘛，一再再来传播真理真爱来传导这样。好，那今天的主题叫做进化，进步的进进步可以用台语的台语国语两个一起台语很有亲切感很有人情味。国语很有文雅我们是雅俗共赏，好繁盛平等来讲今天的主题就是进化用一个故事来串联。这故事是改编真人真事啦，有事实根据，然后我们来改编成一个小说借假来物真来显真故事是说我是一个女生我是查某我是假设我是一个女生我这一生非常的不幸在没有进化前未进步以前呢是可怜的妈病，就是说真可怜了很悲情很悲伤发生什么事呢是这样就是从原生家庭开始来介绍一下我的妈妈我老母是做一个美发师加头毛的美发师刚刚有一个咱看这个这支啦用这个就是要来养家活口有一个技术我妈妈国小毕业而已啦，国中已经国中不喜欢念书书念不来就学手艺手艺就剃头的啦结果这个安，她的老公也是这个一样的美发师理头发的我妈妈理这个女生的头发我爸爸是这个男生的头发两个都同行的到底呢在一起以后就生了我生了我以后呢爸爸也是勤劳持家来咱起大汉但是我爸爸有个问题他后来交了坏朋友呢会喝酒啉酒啉到醉茫茫开始啉酒过来控制尾喝酒到后来去酗酒就是烂醉如泥，因为很不如意嘛做这个美发师嘛去用糟蹋有的客人也是奥客介烧眉我老爸嘛是听都无介管就是高中毕业嘛赶快艺术用以前教育不普及的文盲上学都是一个义务也是不是自己愿意也不喜欢念书了读册愈读愈册就对了那结果就出来为了生存一技之长要有一个专业能力就是讲加头毛洗头加头毛这样尾就啉酒叫朋友带歹去被朋友带坏的那妈妈就是钱不够妈妈两个都在养家很努力很勤劳妈妈后来就去标会做会头啦为了集资我妈妈也不幸也交了坏朋友，也不是坏朋友啦，姐妹她弄起把感情到底呢但是乡下人都比较程度文化就差不多一般啦后来染上赌博啦赌博打牌后来买6合彩很糟糕了，我妈变赌徒了那本来要赚点钱来养育我们结果反而是要他损失更多钱的钱弄赌博赌掉了弄输去都在上了瘾妈妈有赌博的瘾，爸爸有喝酒的瘾非常糟糕我从小这样长大也要自立自强不得不被迫成熟了自己要独立我在学校也被欺负呢，因为爸爸妈妈都很一般嘛那也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常被欺负，我要忍耐
所以这个小时候原生家庭，非常的惨痛啊，好不堪回首的童年，好就是非常悲惨。后来发生一件事，非常不幸，就是我爸爸喝酒以后呢，在10岁的那一年呢，不小心就跟我发生了关系，好你说是因为不懂啊，小时候不懂这个，反正就在我的睡觉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就这种行为，那我就哇，那这个打击很大，不晓得怎么办，跟妈妈讲不敢讲，要跟谁讲很难讲，这样的一个有1年的时间哈，后来，有发生这种不好的事情，有一天我跟永一跟妈妈讲。那妈妈就做处理了。妈妈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哈，他就跟爸爸离婚了，都离婚了，在11岁的时候离了婚了，那妈妈就带着我，又还是要总集嘛，钱还是不够哈，那也是赌博嘛，钱都永远不够，又换学校啊，又换同学啊，哈。那上了国中，后来我妈妈又再嫁，因为要需要男人啊，要不然没有办法。一个女人独立哈，要一个好的男人。那不幸我爸爸第2个丈夫哈，他是做什么？他是厨师啊，台地业啦，也有养猪哈，养猪杀猪。所以第1个爸爸，我的亲生爸爸用那个剃头刀来谋生，第2个爸爸用这个野菜刀哈来谋生啊，切菜嘛哈，没啦，台地要切猪肉，很恐怖啊！他个性也是非常草根，很暴力，我很怕他。一样他也喝酒，好，那2个爸爸都会喝酒啊，这个更糟糕，还会抽烟，抽烟的空气也不好，哇，那个是空气污染，都吸2手烟了呢。然后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长大了嘛，变青春的少女，国中几岁啊？12岁的国小嘛，6年级如果13、14、15哈，那种国中，在国3那一年呢，不幸的是又发生类似就是同样的继父跟我又发生了这个这种关系啊呢，那这个是不敢讲了，这个又怕我妈妈他们又离婚了我也长大，我想说忍耐吧，这个在国中到高中哈，3年。15、16、17、18，到我独立哈，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是我隐藏内心很大的秘密，这个是创伤，很大的创伤。后来妈妈跟继父结婚后呢，又生一个弟弟，这个我妈妈是重男轻女哈，虽然相依为命，可是呢，传统的那种思想很传统的，爸妈都很传统，都是打骂教育长大的。用骂的不会鼓励的，就是都会被骂被骂。那第2个继父是会打人的打妈妈打我如果不合他的意，那这个是是我的创伤后要疗伤止痛，所以开始学身心灵嘛，长大后才开始慢慢找方法去疗伤止痛。这个在那个时候孩童时期、青少年期实在是招架不住就是遇到这样的事非常的倒霉，自认倒霉，可这个都发生了，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发生那就很不幸。那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有类似的这种比较不幸的童年，有的很幸福有的是很有福气的，很有福报在以后有人不一定每个人不一样反正这个地球这个是一个剧场这个戏剧效果，戏剧是有张力的有的过得很平安，很安定那有的是惊涛骇浪很波折很多波动惊涛骇浪。那我就只要有波动的那一种，而且都是负面的经验很多负面的经验。那后来这个事我就忍下来了，后来我就独立18，我想赶快离开家里，然后赶快独立就好了，就这个不堪回首那触景生情，回到家就产生悲情了。后来我就很努力上大学嘛我半工半读，也不依赖家里的，
才不会被限制啊。那终于在20岁那一年在我的大学2年级，我就搬到外面住那开始独立。那22岁大学毕业，上研究所又没考上，出社会。我今年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女生我今年呢，是70，早是72岁了72岁能够做什么？后面还有8年到80岁，活到90岁、100岁，那后半辈子要怎么过呢？那如果用一个新的创造、新转化、新进化、新进步的进化，或者下次要讲显化，7月31号嘛那个还有一堂课，那个很精彩，怎么活用在生活中、生命中，整个大改变脱胎换骨。大跃进大翻转，那大扬升都叫扬升那这样的创伤不止于此，创伤还有很多，在学校被霸凌，在职场被霸凌，做的工作不稳定换了好多工作，然后也被欺负霸凌我的也有同事，也有上级长官，也有客户都有还有同业同行那我后来做什么？我做美容做美容。那后来这做美容也是因缘际会的那做美容也很辛苦美那个指甲了眉毛了，美那个脸做脸，美身体，美肤也学很多专业了，要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一直在进步，日新月异有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方法。我是一直在学。那我72岁，我在退休，在65岁的退休了，现在就在过日子那算小康了，也没有很有钱，那钱快用完了，我也是蛮恐惧的呢，怕钱不够怎么办呢？再介绍一下那后来我有结婚，婚姻都不如意，第一任丈夫也是一样，很奇怪好像。这个2个爸爸会骂人打人，我的丈夫也是粗暴的也是会骂人会打人的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离婚了，离婚就夫家那边领养，后来又第二任的婚姻那第二任又生了一个女儿，第二任丈夫比较好啦后来就过世了这样。那这个女儿呢发生不幸的事，在18岁那一年呢，车祸过世了。对，我也是为这个一直找答案找了很久，那也是有不同的讲法，不晓得是哪一种才是真相。那跟女儿这一块，我觉得很对不起她因为那个第二任丈夫也是会打骂我们，都是很传统的那个男权威权大男人主义那都是很直接那个打骂那就是男尊女卑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一个集体意识文化氛围嘛男尊女卑，那都很卑微，所以我就缺乏自信心那也自卑感、自我价值感很低落这样，那很多负面情绪，常常悲伤，悲从中来不止悲伤，有时候会忧郁有时候要靠吃药控制有时候会俩公那个忧郁躁郁都有经历过，那也失眠，都睡得不好，要担心很多事，很多压力，现实压力，还有自己给自己压力，别人给我压力但我也给别人压力了，互相。女儿死对我很大的打击，我认为我害死她，因为我没办法保护她我嫁的丈夫会打人，他被打，我讲话我也被打，我很软弱不敢反抗，我是很传统的女生传统美德那也不敢离婚嘛，有离过一次，被逼的啦，也是被逼的离婚。那第二任这个后来死掉了，那就算了。那我女儿的死，我第二丈夫也死，我已经很纳闷为什么我一生这么不幸呢？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事情事情好像蛮短暂的，好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不如意的事不快乐刻骨铭心，痛苦刻骨铭心，快乐呢昙花一现。那这个我的情绪的基调就是充满悲情那
会恐惧，很多恐惧，很多担忧、焦虑、悲伤、愤怒，会让我都让我很生气，有时候生闷气，生气不敢讲，闷在心里。所以我有内伤有外伤，被打有外伤，苦闷有内伤，弄丢胸了呢。好，然后呢，还有这个怨啊，很多怨，还有冤情，那个冤跟怨，还有恨，这负面情绪都有，也在不断的在清理，在处理，但是还是会复发。当有些方法对我是没有效，对别人有效；有些方法有效是暂时的，后来又没效了。我用过旧传统的方法，也用过新时代的心想事成，都家族排列还有那个灵气啊，或者那个灵摆很多方法，都蛮好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还有观想啊那要正面思考，用肯定句还有修那个灵极线对不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都用过的。然后传统的方法也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有心理学科学的方法，我做过很多諮商，去被心理辅导很多次，那也去吐苦水啊，倒垃圾这都做过，然后也宗教啦，这个寺庙公庙也跑过他们有做法会啊有做宗教仪式这个处理，但是呢一时都有一些效果，但是到头来那个创伤在我心头就是一直解不开，过不了这个解。72岁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它会挥之不去了，这也不是故意的，它一直跑出来，好像那个自动自动化的那些不好的经验就一直冒出来，不晓得怎么办那去不理它就过了，可是不理它有时候不理它也不行，理它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遇到这个胡常哇，叫解脱道就解脱的。那这个解脱道要怎么做呢？就今天要教的方法，怎么脱离这一种这么悲情痛苦的人生，这些都是事实。这个不是说小说啦、编故事啦，不是卡通，不是动漫，是人世间发生的实务经验啦。那真的是非常的负面。那怎么来解脱呢？那为什么来投胎转世，来这人生做这些苦？这些苦是到底是投胎前就有生命蓝图设定的，命中有设定，还是它是一种创造出来的？那新的讲法是我们是创造者嘛，我们就是造物主，自己的主人，创造自己的命运。然后一种是说我们是有设定过的，按照设定过的这个蓝图在走。当我女儿过世的时候呢，那就有很多讲法，为什么会死？我只要找答案，我找了3年呢，我一直参访名师、各种老师，有旧传统、新时代都问过的，提出来都不一样的讲法，但是都是好意他们要安慰我说不要一直责备自己了不是你害死你的女儿的主要的还是这个核心价值那个都扣准，就是安慰我，让我走出来。可这个讲法都不大一样来介绍一下我遇到过的讲法。那我问说，那我为什么遇到那2个爸爸那么可怕的父亲那这个母亲为什么赌博，也是有不同的说法那等于是我的问题就有跟长辈的跟爸爸的问题还有跟妈妈还有2个丈夫平辈嘛，还有呢就是晚辈一个儿子跟女儿是过世了，儿子还在了，但是很疏离了，就没有再往来的。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会如此？去找答案，都开始我的成长之旅身心灵成长之旅，从宗教到非宗教各种法门去经历它，最后终于觉悟的。今天要讲的是觉悟嘛，觉悟的就解脱的，觉悟解脱自在这样子。要分享觉悟解脱自在整个流程让大家可以应用在生命中改变，在生活中生活品质会更好。好，来介绍一下那个女儿的死有什么讲法
这个离奇的车，就是我女儿就是因为想要离开这个家庭，因为家庭是热过的家庭，哈，有这像热锅蚂蚁，有时候热，有时候冷，有时候像冰宫，有时候像那个水深火热哦。那她也跟我一样，也是从小在学独立哈这样子，然后就到国外念书啦，到国外离越远越好哈。那请他自己想办法，有助学金哈，我赚有很有为的一个年轻人，好自力更生了哈。那想逃离原生家庭，会很鼓励哈，很支持他去国外留学。那留学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个离奇的车祸。哦，这车祸是有人载他，你刚好去打工了，说啊下班了我载你比较方便哈，那么晚了，那不幸载他的人哈，那 A 啦 A 载 B， B 是我女儿18岁，去撞到 C 啊，撞到 C 以后，那个对方就骨折了，好，他骑的是那个汽车啦，开那个4轮的，给撞到人家，然后那个开车没事了，我女儿就一撞飞出去掉下来，那个角度非常很不幸，就是说就当场就死掉了，这样。实在是晴天霹雳，还在通电话报平安，每天我们都感情很好，相依为命，又都被打，都被那个同学男人打，这2个就是很要好的。那这样死掉，在这没办法接受。我调了好久，都走不出来，应该10几年吧，关那个女儿的问题，找答案找3年，应该找了5年了，不得其解。给我个说法吧，让我的心能够放下释怀，就是放不下。那等我办完丧事了，都做好处理好后事哈，经过那个悲伤的过程，那个悲伤症候群哈，接纳他了，然后通过他，尘埃落定了，我就去参访去找答案。那有一种讲法是说，我女儿会死呢，是因为不是我，当然不是我害的，他们说不是我害的，不要这样想哈，也没有害你，你没有那个动机嘛，意图，那只是一个阴差阳错哈。他说是18岁会走这个是生命蓝图设计过的，纵然没有发生别的事也会走不是我害他的，这是因为投胎前呢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会没事的，这是一种讲法。好像犯了去监狱先有期徒刑20年再去关嘛就是每个人的那个不同的判刑不同的那个时间那当然是不要就说关太久了，关了50年，这个很痛苦不自由。关犯人是要感化他，关是不要让危害别人，其实是要接受感化教育就是要来改变嘛，变成好人，改过向善但会不会成功也不一定有的会再犯那未知生未助生先助死这个讲法，什么时候去投胎不知道，但是你投胎要这边地球多久已经设定好了再下去或者说有期徒刑20年，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进入监狱还在审判中，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讲法啦。那这是一个 reality 实相，可是是不是真理呢？上次有讲到要来解决问题，有3个面向要来核对核实这样孔明的扇子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写一下一个叫做实相 REALITY， 我这样当场写那没有临场感看得到吗？对，我看怎么样 reality 那我拜访这个专家老师有4个版本的讲法都不大一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讲法，都是好意都是要安慰我，要来帮助我的那根据不同的说法这样子那事实上我女儿发生车祸死掉，这也是事实看一下，看得到吗？
这个叫 fate 是事实在这边哈。那解释事实有不同的想法，叫做现实 reality 实相哈。好，那这两种就有一种矛盾在哈，就是因为事实是客观的嘛，客观的哈，这个是主观的，主观跟客观之间如果一致就没问题，万一有差距呢？哈，就在这里。那第一种讲法就是温尼尔这个是生命蓝图设计好，或者是传统讲的算命师讲的命中注定啦，或者新时代讲的生命蓝图设计，有新旧两种讲法，但是共同的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定数了，好，不管是设定命定，传统是命定命中注定，好，那新时代说这个是设定，但是可以改变哈，这样子，好，那我就安慰了一下，不是我害的，可是我没办法确定是不是真相，真相的另外一个字叫做 truth。truth T-R-U-T-H， 看一下第三个关键字哈，这个叫做真实，可以吗？好，你看这边，它对的镜头在哪里？真实，我们画圆圈好了哈。好像在课堂上课呢，好像觉得白纸跟白板这样。好，来看一下哈，写好了哈，这个是刚出炉面包哈，可以哈，来这三个真实、事实、现实各有不同，它没有矛盾哦，它是互相相辅相成哈。然后画一个三角形，一个大圆满，把它圆满哈，圆满起来。这是非常解决问题的3个法宝哈，弄清楚就什么问题都几乎都可以解决，99%都可以解脱哈。这个问题不管难度有的很高，有的很容易，都可以解决，因为原理是相通的哈。大家有看到哈？好吗？好，这个哈 ，true 真实，我用翻译为真理也可以，都可以，反正真的对，今天不是假哈。真的缴不了，缴的真不了，因为金钱哈架杠呀，真实的，好，这个也是客观的哦，这是客观的啊，这个也是客观，事实也是客观的啦，这个 reality 是主观加客观都可以啊，它可以有地方是客观加主观自己的诠释、自己的认定、自己的看法啦、思想啦、观念啦、思维都可以，自由意志嘛，自由。那我要找这个答案，是我女儿死了，我爸爸欺负我，2个爸爸老公打我骂我，这都是事实啊。那我有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是事实，女儿车祸死也是事实。那我72岁跟他70离婚。72岁对10岁发生的事，60几年耿耿于怀，心解不开，那个阴影一直笼罩，那个阴霾一直都在。那个亲爸爸的这种对我伤害，那就10岁到11岁，后面那个继父更久，那个到6年了，所以我72岁的老人家跟变老太婆了，要过更年期变老太婆了，我内在那一种秘密，不能告诉人那一种被伤害的秘密哦，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但我不会主动去说了，除非要疗愈会跟治疗师说，就是过不了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解决问题是站在这2个维度来解决的，事实改变实相，诠释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用的是这个，用真实就可以解决这边的问题了。那怎么来看待呢？好，那我们来探索，我们来看讲义哈。活在世上的目的，比较白话一点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本质胜于形式嘛，动机胜于行为，动机要纯正嘛纯正的动机纯真的初衷，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不管在人间生活，是在天上在异次元活着的目的，
核心价值，像章鱼头核心价值，章鱼脚就卫星价值哈。中心信仰，信仰不是宗教，是信仰这个真理，真理真爱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大家都知道了，不要去做坏事嘛，要去为善去恶哈，这个都没问题哈，这个是共识常识。后面的才是重点，自净其物，自己清理自己的云雾，好，云雾挡住自己心中的太阳哈，自显其日，活出内在的那个光明的本心，就是太阳的比喻哈，就是一个纯洁的心，好，清净的心，光明的心，好，本心，也可以叫佛心，可以叫神性，都可以，佛性、神性的称呼都可以不拘，好，都可以无妨，可以自己下喜欢的形容词、名词，它的本质就是有一颗心，是真善美的心，至真、至善、至美。而且它是合一的那个本心、本真之心，那要来净化自己的云雾之心。那既然云雾之心是我的创伤经验这么严重，好，那怎么清呢？还有原生家庭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赌博嘛，赌徒嘛，爸爸喝酒，弟弟吸毒弟弟吸毒又患这件不幸儿子，第三件事也是很严重。那我是姐姐嘛，我要帮弟弟让他走回正途。我赚的钱都被拿去让弟弟做高等教育。我是国中毕业，我弟弟有念到大学，那他有后来就是有不好的习惯了，会吃喝嫖赌，还会吸毒。他是一个妈宝，被宠坏了，那就被溺爱。那我就牺牲，我是一个牺牲者，要把资源给弟弟。我内心也觉得很不公平。可是也没办法，就是这样长大的。那有时候弟弟出事情来，我要去保护我的弟弟，我就被弟弟的喝酒的朋友也给侵犯了，这是第三件的很大的创伤。这个是我没有跟弟弟说，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好，那这是三件事，是生命中的3个石头。我说光明磊落，那个石头掉下来，那个石头3块大石头，块在心中，所以我也生病了，也真的那个很难治的病，后来去治疗好了得了一怪病。那现在年纪大，身体很多问题都是小病不断了，那大病也差点死掉，那也是又活回来，那鬼门关钱又走回来。那个是另外一个濒死经验，有机会再介绍濒死经验了那又回来才知道活着的目的要来继续来革命尚未成功嘛继续用心就是要清理自己的负面的这些杂质，净化杂质来显化我们的善良的优质、优良的、善良的好的品质，叫做 quality 品质或者本质叫 essence。本质、品质、素质，这个质地要良好，要活出好的品质。这个理想也在这样做努力，可是好像都做得不太好这样子。好，那我从完美主义修到比较没那么重视完美，真的觉得自己还不够怎么样的能够此生就能够达到一个灵性最高最究竟的无限灵嘛，无限灵，今天要叫做无限灵的角度来看事情会完全逆转，跟一般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来看，那为什么我的爸爸这么可怕，妈妈赌博，这些外面的人都会伤害我呢？真相什么？这个真相你看 truth 真理实相这边嘛就是因为灵魂阶段不同。为什么正觉会杀人呢？我不得其解。我差点被杀到呢，我去当那个捷运有被割喉，差点死掉了，有割喉，然后被救回来我说那个鬼门关走一回就这件事嘛，去搭捷运那看手机在很忙，在那个
努力认真过生活哈。然后他就这样割喉，血喷出来，动脉割差点死掉，后来救回来。那我就也是很纳闷，为什么郑捷要杀人？好，原来答案很多种啦，可能过去你欠他啦，或是不一定过去有跟他不认识啊。好，用因果来看，搞不好这因或者果呢，这个因，好，他做了不好的因，可能会有不好的果吧。哈，那总之就是有一件事情不幸就是我被割喉，被割一刀啊，血喷出来这样子。啊，现在用他细体啊那哈，那答案是什么？这就是答案了。第一个答案叫做自由意志。应该反过来说，郑捷为什么不能杀人？当然可以啊，因为他有自由意志，他为善为恶是他的自由。好，那为什么被杀到？就因为因缘嘛，对因缘论的最好的讲法，因跟缘碰在一起，就那个果，结果都被白白被杀一刀这样子哈，给衰了，就倒霉，好，就运气不好，倒霉。有些车祸也是很倒霉啊，无缘故发生，也是意料之外，好，被喝醉酒的撞啊，好。有时候自己会撞到别人这样子，都不是故意的啦。有时候很多 trouble 意外哈。那第一个答案是自由意志，可是问题自由意志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盲目狂杀人，没完没休，不认识也没有怎么仇恨，你要杀人？第二个答案就很重要，叫做灵魂层次不同。好，在这边，有吗？灵魂层次有7阶段。这个开一门课了，这个蛮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地图一样。那灵魂层次呢？其实灵魂是平等哦，不同是不同，可是它是平等的，一体的哈。也就是说，像人，我们外在是人，内在是灵魂，这两个是合在一起，人跟灵的合一哈。人呢，人有人权平等，好，这叫民主自由哈，人权平等，但是人格不同，那个格调不同，那个 key 不同。就是每个乐器平等，但是每个乐器，弦乐器、管乐器，还是敲锣打鼓，就是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也不同。那内在的灵受是灵魂，所以稻草人是没有灵魂的，它是虚有其表，只有形式没有本质。所以外行人看热闹就是看人，一口人啊，地球人男人、女人，哪一国人，哪里的人，内行人看门道，看人以外看内在，本质。内行人看内涵啊，内涵看他的灵魂的阶段，灵格啦，灵权平等，灵格不同，那个格品格不同，那个 essence 本质不同不一样，那个 quality 品质不同，那这个是自己要去自己要负责嘛，自己要成长，要变得品质更好。是自己的责任哈，所以我们是自己的造物主，自己的主人啊。那后来才发现怎么解脱，这个真相让你解脱嘛，这个真理哈。原来我的第一个爸爸是一个婴儿灵，他外在是一个人，而且他是成功的人哦，他还开餐厅哈，他本来杀猪啊，卖猪肉啊，后来不杀，让别人杀这个杀猪，后来就来。来，什么做菜哈，然后呢，做肉酱啊，卤肉饭啊哈，开那个卤肉饭的店哈，生意很好啊，开饭店开餐厅，跟人家合伙，又被他倒，又被合伙人骗了，他有他的故事的哈，也是很精彩的。那总之他是从厨师到老板，算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爸爸是成功的人，可是成功的人呢？高阶的人的低阶的灵，它是一个婴儿灵而已。婴儿灵的特质就像跟动物差不多啦，就是本能，就是兽性大发就会喝酒啦，就会吃喝，喜欢美食，吃喝拉撒睡这样过日子的，然后就不小心就侵犯了我，因为他是婴儿灵，哇，这就是真相了。我的心就解脱了嘛，原来如此，他的层次就是如此的，好像一个灵魂的幼教生幼稚园。那我的妈妈呢？我妈妈也是很强势、很独立、很坚强，那会跟爸爸吵架，两个常爱吵架跟两任爸爸都爱吵架，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灵是有一个自主性的灵魂，
懂得自己要好追求好去追求自己要的目标哈需求，这叫做年轻龄。那我的弟弟呢，当妈宝，他是一个孩童龄哈，孩童龄第二阶就是这个小学生啊，小学生平等哦，他是不同的阶段性不同，他们在成长，也可能成长，也可能没有成长，都不一定的哈，可能正成长，可能负成长，或者没成长，到这个是以后才会知道，这个看他们的就是自由意志的发挥的，所以还是有自主性的哦。好，有设定科目，没有注定分数，要不要毕业都可以哈。那就是灵魂阶段不同。那为什么要这么多人要欺负我霸凌我？因为他们都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太阳，可以选择云雾，选择不同的动机。问题是动机的问题，每个人的动机不同，这来自于选择。好，选择太阳 FN， 好，云雾就是 AM， 频道不同。好，那这是因为自由意志加灵魂的程度、灵魂层次阶段不是阶级，是平等不能因为产生傲慢的心自大或自卑，不是的，是看清楚真相慈悲无分别，智慧有了别，了了分明。所以今天要讲了悟嘛了悟觉悟。那我们来探索跟人一样，灵跟人同样的真理来运作人是肉体，这个血肉之躯，这个地球人 human， 我们是人嘛，我是男人，可能过去也当过女人，当过男人，都当过的当过小孩、老人年轻人、老人的一个流程，自然流程那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人生有几个阶段呢？来看一下一起对照有婴儿嘛，婴儿的人婴儿期，这个心理学叫发展心理学，每个阶段不同的需求，要不同的，要因材施教因材施爱那再来就是孩童，好像过了喝奶嘛，喝奶婴儿应该从胎儿到出生喝奶，慢慢断奶以后就是进入孩童了，孩童到国小吧进入了国中、高中，就是少年、青年这个青少年开始登大人青春期，慢慢的到30岁、40、50就是中年期，那慢慢到了壮年期壮年，那到更年期就变老年期，像我72就是老人了越来越老，就是80岁就老人了嘛，差不多了就是他这个看诊这个阶段是这样，这个流程那同样，我们内在的灵魂也是有5阶，这是比喻而已它是一个比喻比拟比较方便了解真理真相第一段叫做婴儿灵，那婴儿灵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靠本能我们讲云雾是一个小我小我就是一个比喻，小我很难理解如果用台语的过去，英文叫 ego 嘛 ，ego 那如果用台语的很传的，就是一直勾来勾去，一直勾甜的一款的品质就是杂质和稀泥这种感觉那比喻为一个枯井拿一个那个杯子来。这个也可以的这个也是一个象征，这个很好这个就是一个枯井这个来，每个大小那个尺寸不一样了反正就是一个像垃圾桶一样这个杯子这个是一个平滑的枯井，很匮乏。那这个平滑的枯井呢，为了要水来有活命这里面有咖啡嘛有水，里面不同的饮料，去抓那个叫做小我的爱就是来看一下2个枯井你对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爸爸我爸爸来爱我，我来爱他，这样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好凶那产生了这个轮回的模式，这怎么状况呢？这个就是本质就是动机，我们强调动机很重要你动机是太阳的话，就有好的频率，就有好的运气这是我们要来传播的一个善知识，弘扬善知识，分享善知识
然后来实现它。那就是说，怎么抓哈，就是要来被灌溉，应该说被灌溉哈，主动跟被动哈。婴儿铃就是像动物般的去抓这个水龙头来灌那个井，是往外求了，外求哈，今天要叫内求啊，本来具足，那外求哈，这个像动物般的过生活叫婴儿铃，如果依赖的抓叫孩童铃，孩童是弱势啊，就我是弱者，我在依赖如同像乞丐一样哈，去讨爱啊，讨资源，这叫孩童铃，也没有自主性。如果主动操控的抓叫年轻铃，年轻铃之后操控就变成强势的哈，就是弱势依赖，强势操控，两面手法哈。那操控如同强盗的比喻，就是强求哈，执着，这就是年轻铃啊。年轻有善良的，每个灵魂阶段都有善良的啊，有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正面的、中性的、负面的哈。那这里面就有一阶一阶上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年老龄啊，因为大家的灵魂程度都蛮高的，才会听到这个课哈，都是可塑性高哈，潜力高，或者高阶高维度的灵来投胎。现在新时代哈，来的小孩有些灵魂程度都很高的哈，可能是慢慢成长，也是从别的世界异次元来的，有的都是高龄来投胎，是成愿而来哈。那有业力跟愿力，那我们来比喻哈，比较容易记啊。成熟灵是什么？成熟灵是互相哈有同理心的，能够同理别的苦境，然后能够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叫做成熟灵。重点是同理心。好，那这个都是方便而已哈，就是那给爱跟被爱哈。那抓水龙头、操控依赖、当水龙头就是拯救牺牲，好，或者是冷漠疏离。封闭孤寂，有8种枯井的小我的角色。好，小我抓水龙头，强势操控，弱势依赖。好，当水龙头，好，强势叫做拯救，弱势是牺牲。那去当水龙头就没有水了嘛，除非有水进来，所以不去造福别人哈，不去给予的，不当别人的水龙头，这是冷漠疏离。好，那不当水龙头，因为没有找到水源头。今天要讲水源头，是下面才是水源头，本源啊，本源一直都在哦，只是没有被发现哈。让本源来，没有找到本源哈，不抓水龙头，又不挖井哈，这个是土质，没有找到水源头，这叫做孤寂者哈，孤寂，封闭孤寂，有8个角色，好，那不小心就会加害受害，就有10个角色哈。这就是枯井小我的10大角色，啊，或是放任纵容有12个角色，都是云雾的角色，这样也是我们要来处理、要来超脱它的啊。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图比较明显哈。那每一次要经过好几次转世，要转多久呢？婴儿它是不是一次完成？可能要经过好几次来通过哈，它是自由意志的发挥哈。那如果假设我是一个成熟灵哈，才会为人着想，才会困在一个人情包袱哈，才会被情绪勒索，道德绑架，一般是成熟灵，第4阶的灵，等于是大学生哈。那我的爸爸是2个爸爸是婴儿灵，我的妈妈是年轻灵，那个弟弟呢是一个孩童灵，弟弟的朋友伤害我的是一个婴儿灵，我心会开定，我知道原来如此，这就是真相。好。那来看哈，假设我的72岁，假设我转了72世，这个比喻也是一个比喻，比较好记哈。72岁转了72世，那到第10阶成熟。那如果大跃进，如果大的突破，能够在此生到第5阶、第6阶、第7阶，可能一下就到第7阶，是有可能的。古代比较很难，是因为那个时空背景都是战乱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这个时代比较有可能是因为进入光子代。好，来介绍光子代哈。光子代以科学来讲，科学天文学的发现哈，我们的银河系哈，就是我们有太阳系嘛，太阳系绕着银河系转哈，地球绕着太阳转，地球不会转，那太阳绕着银河系转哈。银河系有一个银河系的太阳，好像是卯宿6的样子。好，那我们在地球在转的时候，地球在这里，
地球哈，地球转哈，这叫惯性定律，转个不停的呢哈，叫做自强不息的呢哈。那地球在这样转的时候呢，那太阳在转，对不对？那有一道光子带就是进入光子带，差不多2000年哈，2000年的会经过那个怎么比喻哈？假如这个一个带就是转2000年哈，那2000要转到另外一边要11000年，好，那2000年哈，另外一边的光子带，那刚好我们这个经过11000年的这个这样的转动之下，我们开始进入光子带。那进入光子带呢，差不多2012年进入，好像2012年慢慢进入，会进去再出来，进去再出来，会进去再出来，慢慢到那个光子带以后，整个进去是在好像2012正式进入哈。那在科学上有这个光子带，这是天文学科学的天文学的这个发现嘛哈。那另外讲一个这是传说哈，那是不如此，可能要去我们来印证它。那现在运动怎么来？就是进入光子带会进入，因为光子密度最高，因为那个光是量子，它又是粒子，也可以是波动啊，光量子。那密度最高的这2000年要成长变得很容易，就是更有助延成长这样子。要大药进变得容易，大药生哈。那我们很荣幸这个时代诞生，就是为这个光子带新时代，好像 New Age 来提升的哈，来活出我们的真实的自己。好，刚好是好的时代，一个好的时代，所以呢变得容易，因为背景音乐背景的辐射啊，那个光对我们有益，它是助缘哦，婴儿是自己要改变，那个缘很好，好，因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哈，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大师，一个扬升的时代。好，怎么叫扬升跟没有扬升呢？就关键在第5届的年老龄。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页哈。婴儿龄是兽性，兽性慢慢进入准人性，人性就是有理性啊，有人的这个兽性就是我们脑里面有爬虫类脑，好，它主要是生存安全这2个需求，好，战或逃啊哈，那所以主要是很原始的本能哈，就是有生物那个部分，动物的本能。那到了孩童龄呢，就是准备进入人性的一个中间，好像这个好像彩虹哦，红橙黄绿蓝靛紫，它是一体的哦，一体有光谱意识的光谱哈，意识光谱。那主要3个原来的光有元素只有3个，叫做红黄蓝。那红表示婴儿龄是红哈，那黄是这个年轻龄，有理性的年轻龄。好，那人有人性嘛，动物比较没有理性，它就是兽性，比较单纯。那到孩童龄是中间的橘色，就红跟黄的中间色是橘色，就是孩童龄，好，这样的比喻。那要是好，我们现在比喻，如果是缺同理心又无知叫婴儿龄，以同理心到成熟龄为指标的话，为标杆的话，缺同理心又无知是婴儿龄，缺同理心又幼稚是孩童龄，缺同理心又懂得自我实现叫年轻龄。所以年轻龄的需求就是功成名就、功利主义，这是初阶哈，初段。中段是自尊荣耀，追求荣誉感，追求光荣哈，像军人追求光荣啊，或者比赛追求光荣。到高阶的自我实现，好的马斯洛最顶端的需求自我实现。好，那婴儿龄主要是生理需求，生理生存跟安全，好，生存安全跟做爱，这是婴儿龄。孩童龄是同才，有隶属感，有同伴，有同才，有死党，有伙伴啊，再开始发展对外的关系，甚至一个团体性哈。对孩子需要有玩伴，有同学同才，所以有关系隶属的需求。好，那从慢慢的扩大哈，就是初阶从志同道合哈，到不一样的哈，到更大一直扩大，到年轻你就可以做主了，自己做主。会孩童的小我就是依赖嘛哈，依赖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或者病态的，好依赖要健康的信赖这样子。那年轻龄就是操控也有健康的控制嘛，就要当领导人当 leader 要有一个掌控，但是孩子中庸之道，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哈。
不能伤害人，不能违背良心。指标还是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恶莫作，就是不要害人的意思。讲白话就不要去害人。众善奉行是要符合良心、良知、良能哈。这是一个简单的指标。好，只要不害人，也符合良心，就问心无愧嘛。好，每个阶段都是善良的灵魂，好的灵魂，慢慢进阶哈。那成熟灵是什么呢？成熟灵进入了有同理心。好，那同理心，所以他进入了准灵性。哈，灵性不灵性，差别在这里。枯井叫做非灵性，涌泉叫做灵性，这个标准就很清楚哦。涌泉，滴水之恩，涌泉以报，那个涌泉就是灵性。没有在枯井塞住了就不灵性，但是非灵性跟灵性是平等的哈。好，或者说枯井是一个非神圣，涌泉叫做神圣，好，圣灵哈。那神圣跟非神圣还是平等，只是阶段不同。那比喻哈，那成熟灵是枯井互相灌溉，好，那就是善的一个平衡。那到年老灵，就今天的主题就是年老灵。年老灵是什么呢？往外抓哈，这是治标啦。好，那抓水龙头要抓好的水龙头，比不好的水龙头来得好哈。这种帮助个案是让个案去想要抓水龙头的，抓到好的水龙头，或者抓好的水龙头以后找到好的水源头。这今天要比喻，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水源头，然后挖井，如果挖到底，让水满出来成为涌泉哈。对，滴水之恩，涌泉以报。为什么难以回报？因为枯井自身难保，因为一个平滑的枯井自身难保哈。涌泉以报。那这个年老灵呢，开始懂得往内求了，挖井。那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哈，我们把这个讲完哈。那年老灵再来就是超越灵。那怎么叫超越灵呢？年老灵这样比喻哈，叫做枯井中的涌泉，就是当我挖井挖通就变成满出来。好，那但是它是打通而已哦，它还是塞住的，只是有通道打通了哈，一条活路出来的，这叫做开悟，开始觉悟的哈，开始觉醒。有一章哈在讲觉悟哈。好，我们把它带过好了，大约等一下再来体验它哈。但是会塞住哦，好像拨云见日啊，比喻为开悟哦，太阳进来了，晴天了，但是不久阴天了，我的创伤又来，又跟那个不好的回忆又淹没了我，又开始不好的情绪了，又是受害者的那种经验，好，一直重演重复，一直自动化的冒出来，不晓得如何是好哈。那要把它压抑下去，又跑出来哈，要解掉它，那用很多方法哈。那但是如果塞住又打通了，慢慢的越来越宽了，通道越来越宽了，这就第二阶段叫做保持任运，保持畅通任运啊，自由的任运，那叫做持续的拓宽，到最后呢，全部通了，都没有塞住了，全部畅通了，就叫做超越灵了。好，这样就比较有一个有这样的比喻哈，这个象征物比较有概念的哈，有这个正知见。那超越灵呢，这里灌溉出去叫推恩，这个爱就是没有杂质的爱的，就是纯正的爱。灌溉外在，灌溉人际关系。好，那慢慢的，因为宇宙的法则是会一个循环，善的循环。好，如果出去加倍回来，推恩10加仑回来100出去又1000，所以又更宽了。这个涌泉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好，到最后就无限的宽叫无限灵了，就进入第7节叫无限灵。好，这是一个次第分明。好，那次第分明要怎么去达成呢？有一个重点。好，重点在一个很大的逆转。我们讲来探讨哈，那个灵性是年老灵哈，灵性就是涌泉嘛。那不断的涌泉没有阻塞的就是枯井中的涌泉，到不是枯井的涌泉的过程，就进入超越灵。超越灵不断的
扩展，灵性的品质有3个品质嘛，扩展跟表达跟经验这3个重点，扩展、表达、经验，灵性的它自然而然就会的品质就是如此哈。在扩展的话就是无限灵。那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奥秘要跟来分享，我们从无限灵下降的，我们本来就是无限灵的。那进入有限的世界是要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而已。好，那这游戏都可以玩腻可以不玩，或者继续玩，但是动机用永久的心来玩，哈，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运作的。好，那来探索这座灵魂世界大约如此哈。再看详细一点哈。婴儿灵有分正面，有正面、中性、负面嘛。它的优点就是很单纯。好，那如果负面发展就变很单纯、愚蠢，很容易被骗哈。那孩童的正面是很服从，正面；负面就盲从哈。如果服从是对的老板啊，对的长官就很好。那如果对的皇帝主子哈，领导人，那如果是服从是品德不好的领导人、不好的老板，那就变成愚忠啊、愚孝啊、愚义啊、愚昧讲道义啊，这是孩童的负面。对，负面可以转正面哈，负转正，这叫做更新。年轻人的优点，他的优点就是非常的实际哈，很务实、很务实的、很落地、很接地哈。那他的负面缺点就是非常现实。对年轻人的价值观呢，就是见利忘义。见了利益就忘了道义。成熟灵倒过来是见义忘利，是以道义为主。所以成熟灵它的优点是很重情重义，它的负面的缺点容易有人情包袱，被人情所困，容易变成滥情滥慈悲滥好人，这是各有优缺点。所以我们要走这个正向的部分，正向来替代负向，负转正这样。那年轻灵呢，他的价值观是我可以辜负你，不准你辜负我，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成熟灵是倒过来的，是你可以辜负我，我不能辜负你。要辜负你我做不到，表示这个灵魂是成熟，因为他有良心，做不下去的。如果你辜负我又辜负你，那就一定不是成熟的灵。好，所以不成熟的灵会报复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瞪我，我瞪你；你骂我，骂你；你打我就打你哈。这就是灵魂的层次阶段不同。那这个叫尊重哈。所以对这个实相呢，最好的智慧态度就是尊重。好，但是尊重不一定要认同。对于这个事实要忠于事实，不能昧于事实。好，忠于事实，尊重实相，要信仰的是 true 真实，包含真相跟真爱，信仰这个真。好，这样是一个健康的态度。好，那再来就是那个超越灵就有一个问题了。超越灵操作的这个事件，知道这个事件是虚拟幻化的，那他就比较走出世的路线，处理事件比较不会被套牢哈，不义以物，不会被物欲所困啊，比较清心寡欲啊，比较呢，好像隐士一样哈，与世无争啊，像陶渊明哈。王阳明就是属于年老龄，是成熟龄进不到年老龄，因为官场的险恶。好，那陶渊明是辞官了，做不下去了，好，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了。王阳明是被被那个太监，老太监叫做公公，给差点处以死刑，后来没有死，去下放劳改啊，把他到边疆去啊，羞辱他，去当管理员。好，这是王阳明后来他自己静心觉悟了。也是我们的好的榜样哈。那悟到这个致良知、格物致知，那觉悟后的一个很有名的诗叫做，可以分享哈。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致知，知善知恶之良知啊，知善知恶之良知。好，无善无恶心之体，体的本质哈。有善有恶，是善恶知道怎么辨别的，开始意之动啊，
有意识可以了别哈。那为善趋恶是良知，然后至善知的这格物，好像这首诗很有名啊，是句教。那这年老龄的特质，对年老龄会为善趋恶哈，就是然后主要是涌泉啊，涌泉的爱，好找到本源了，他本源的被本源灌溉的成为涌泉。到超演就推恩就入世，出世已经在入世哈，就有出世入世的问题。那再来就无限的灵，就无限跟有限，好这样的课题。无限的这个真善美，如果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发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无限如何进入有限。我们肉体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去彰显？好像下一堂课要讲彰显化，如何显化出来，用无限的真善美显化为在有限的生命中显化出来，发光发亮发热。好，接下来新进化，进化就是有阶段叫进化，进步一步一脚印，循序渐进，会产生一个量变到质变，一个大的要进。婴儿灵是什么人呢？像那个原住民就是比较那种非洲啊这种蛮族啊土著啊，在乡野的人都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那孩童灵就是比较妈宝就是孩童灵，幼稚的人比较单纯天真又幼稚的，不是人是灵魂，人可能是成功的人可能是一个教授啊，一个老板或是一个领袖，可是灵的层次高阶的人可能低阶的灵，成功的人可能是失败的灵这样的比喻。所以要一致，最好是能够表里一致尽量的一致，能量就会流畅，我觉得就会容易阻塞。年轻灵是英雄证明像曹操是英雄嘛，枭雄狗雄。那关公是成熟灵，所以关公的价值观跟曹操是相反的，只见义忘利，就是别人可以辜负我，不能辜负别人。所以关公死后呢，他死后可以当神明，有够格神格曹操不够格，没有那个格，德不配位，那个格不够没有到那个格，品格不够，所以格或者决定命运是什么？本质是性格决定命运。灵的灵格，人的人格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样的比喻。它决定的频率那个格那个品格决定频率，频率决定的运气。那成熟灵就是正人君子圣贤，一个仁慈的人，仁爱讲仁义士讲道义的。所以孟子是讲义嘛，孔子讲仁孔曰成人，孟颖取义侠客侠义精神，这是儒家的这些成长者成功就是一个成熟灵。所以儒家的这个资讯可以带我们到成熟灵。那再上去年老灵就不够，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年老灵再更上一层楼，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发现了灰虚拟的存在。这年老灵发现了本源的存在，有个水源头本源那年老灵就是我们讲的真人，修仙道的人，神仙隐士那个世外高人道家的仙家，老子庄子列子列子乘风而行老子是清净无为自然，庄子是逍遥悠游任运逍遥游老子的三达德三个美德是清净无为自然。无为不是不为，无为却有为，是比较顺势而为不是刻意的作为比较不虚伪做作，很自然的道法自然，清净无为自然。庄子的逍遥游，大宗师逍遥悠游任运列子好像鸟起飞扬声翱翔，这就是年老灵的 key， 它的本质。接下来就是超越灵我们讲这个词跟宗教无关是借来用而已阿罗汉就是我虽然是肉体，可是我心已经清净了，没有五毒，没有贪嗔痴疑慢的，解脱的叫做阿罗汉，也可以不叫阿罗汉，就是解脱者的意思所以年老灵叫做觉悟者。如果不用年老灵这个字，不要用灵那个字有人对灵这个字，有人喜欢，有人觉得比较相应跟不相应都没关系，它是一个词而已一个名可名也非常名
非常明也，这是一个称呼，一个安利的一个假名哈，方便的设施而已。好，这个形式本质重要是本质哈。那这些如果说这样以各种修行的这个不同形式、不同法门，以这个本质来看，就打破这个门户之见哈。儒家哈一般会到成熟龄，修仙家、道家呢会到年老龄，可以到年老以上哈。那这个阿罗汉都是属于解脱自己，叫灵性个人主义，我自己解脱了，好，我在苦海中上了岸了，好，这个就是阿罗汉。那如果也帮助别人关怀众生一起来解脱呢，这就是菩萨。到一个极致就是佛。大约超越有3个段落：初段阿罗汉，中段菩萨，大菩萨到高段就是佛，如来佛。假借那个词啦，它是没有宗教色彩的，这个品质而已，品质跟本质。那无限灵就是本源本身，那个比喻为主本源这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或者比喻为父母我们肉体有父母，我们的生命也有他的父母。好，大约如此，这是一个比喻大约比喻大家还是要体验为主，就是一个方便手指方便找到太阳就近就是本源本质本身本学本爱。那婴儿龄有3大诉求，有一个叫做谁多纳疗法，是雷文森一个他好像在43岁本来要过世了得了绝症，后来经过心灵的转变觉醒活到好像多活了，活到86岁多活43年，延寿了一个不同的人生更新了。那他发现了为什么人会受苦因为他本身也是很多负面情绪得了怪病绝症，后来用爱去化解它他发现呢有3个需求没办法满足就会生病一个是安全感的需求枯井抓的是安全感这是一种。第二种那是婴儿龄的需求生存安全，这是同一卦的那被认同隶属感，关系隶属，同一伙同一国同温层同路人，这个需求隶属感呢是孩童龄。那去控制能够掌握得住的需求是年轻龄。这3大需求的满足了，我们要一阶一阶上去，就是婴儿龄是幼稚园毕业了，毕业后上小学叫孩童龄，孩童小学毕业叫年轻龄的中学，中学毕业就是大学成熟龄，这段毕业是年老龄，年老龄再毕业就是开悟、持悟、那个了悟、彻悟大彻大悟全部通了，是小通、中通全部通全部通了，就是超越龄的，就真正的毕业带光子带是此生可以达成的。古代比较不容易因为古代很多制约，很多文化加鲜奶加很多调味。那我们要从花朵采那个花蜜那个原味奶来运作，那就比较容易在这一世就可以达成，真的可以进步到超越龄、无限龄。我们可以把5、6、7当我们未来的一个未来的目标，未来的一个标的了。就最高是玉山嘛，要爬到玉山顶海拔一层一层上去，它是自然而上，不是刻意去追求的，它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自然就会这叫扬升提升扬升下一页看下一页，心净化兽性不是没有善恶，没有善恶分别，不是这个意思，是兽性应该怎么比较比喻不明善恶，对善恶还没办法去了解，还没有那个程度。对猫吃老鼠呢，就没有罪恶感，没有什么愧疚感的，理所当然，因为这是食物嘛。猫吃老鼠，老鼠吃一物吃一物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小微生物这是自然生态而已。所以兽性的世界呢不明善恶，还没有这个善恶这个议题不明，不用明白也没关系，无明不明善恶。人性是有善有恶，人性本善，人性本恶。
是有善也有恶，善恶交杂，但是比例各有不同。就像地球，地球哈，地球前面白天后面黑夜啊，这两个同时存在，不能只看一半啊。完整的观察是有白天有黑夜啊，所以它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哈，也不是矛盾了，有个反差对比的组合哈。那地球呢，还有一个反差是有陆地的生物，也有水生的，都有水生跟陆生两种生态，有陆生有水生合在一起叫地球。好，有陆生加水生，有白天有黑夜，这就是地球。那所以有善有恶，善恶交杂混淆了。那灵性是为善去恶叫灵性，神性是纯善无恶，纯善也不叫做善也可以，叫做本来面目。今天要教的就是本来面目哈，那它也没有名称，就是本来的样，叫做华而如是，本来就是如此哈。那再看下一个，不好意思跑掉了。跑掉了。等一下，这里。对不起，没有回来哈，我们就经过这个，又转回哈，来看一下哈，那人性。对因果这个因果律，因果律好像人间有法律一样哈，它是一个道，一个律则，一个律则吧，好，自然的律则，自然律又不是人为，人为会作弊，自然律无从作弊，好，无法作弊，无从作弊。那这个律则哈，有像吸引力法则啦、共振法则，很多律则都是好像法律就是一个秩序吧，秩序哈，宇宙自有秩序，有看得到秩序，井然有序，有乱中有序哈，叫做混沌理论，乱中是有序的。这个秩序好像是螺旋状的那个秩序。不明因果，对因果不了解，灵性是不愧因果，所以我们来投胎，如果灵性的角度是传统比喻的什么报恩啦，有的来报仇啦，有的来讨债啦、还债，这个比喻哈，就是灵性的角度。那神性的话就更上就。不昧因果，就不会制造不好的因，也不好的果。不昧，就是不会愚昧的意思哈。那在神性的角度，怎么跟灵又比灵性更上一阶哈？那神性包容灵性跟人性，它没有否定和包容，但是又超越啊，超脱。好，那以神性的角度来看呢，好，报恩转为推恩，报恩是两个枯井。你对我好，对你好叫报恩，推恩是涌泉推恩，所以没有人情报无没有负担的，这叫推恩哈。把报恩转为推恩好。那报仇怎么看呢？你杀我，我杀你；你骗我，我骗你；你刀我的债，我回来刀你的债，那变成这涌泉来圆满这个叫做善了，这不叫报仇，叫做受恩，接受恩惠啊。把报恩转为推恩。报仇转为受恩，讨债转为被爱，还债转为给爱，涌泉的给爱，涌泉的被爱，涌泉的推恩，涌泉的受恩，这就是神性的角度了。对，就超脱了因果法则哈，那个框架，那个制约，所以这叫恩典法则。所以神性叫恩典法则，恩典法则是神性的因果法则，叫做恩典法则。那跟一般的因果法则它是并存的，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或者兽性，或者灵性、人性、兽性，这自己挂的这属于虚拟界的。那神性是非虚拟界的一个很大的分界看下一页。多以神性呢，以灵性兽性、人性进步到灵性，它是平衡因果。把因果平衡掉，可能会再造新的因果，了旧业造新业这业力在运作的。那如果以神性是不止平衡，是化解因果，不会再有不好的因、不好的果，整个化解的，平衡后又化解的。那如果是灵性是平衡，未必会化解那是愿力、动机、太阳、光明本性叫愿力，或不叫愿力也可以，就是那个本源的力量。那云雾叫做业力。白云叫做善业，黑云叫做恶业，灰云叫一般的业三种业，有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负面的业。那一般呢，会业力转业力，一直轮回，这叫突破嘛那因为业力转为愿力
好，愿力总会更高的愿力。可是有愿力会总会业力，他迷失啊，他忘了初衷啊，来做政治家又变政客，又被同流合污掉的哈。所以我们在做个案，是让来的个案能够唤醒他的初衷，为什么来人间哈？那做一个永悬的创造者、彰显者，不当枯井的，枯井的受苦者、受难者、受伤受害者，从这里解脱出来，这叫做解脱道哈，离苦、平安、得乐这3个步骤，离苦脱离了地下室，平安到快乐、喜乐，自然的喜乐叫做天堂嘛。好，第一天堂不是死后是一次心境。好，如果很不安，乌云密布就是地狱，乌云慢慢散去，能够平安而能够活出喜乐哈，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叫做灵性成长，或叫做身心灵的进化啊，都可以。就是我们讲进化、进步的进，也是方便之说了哈。啊，在下一页哈。哦，净化小我的5毒，就是不止5毒，很多啦。那主要5种毒是5大类啊，贪嗔痴疑慢，加上妄见，就是非正见，就是见惑知见的迷惑，不是真理以为是真理，把驴子当成马，骡子当成马的这种非知见的迷惑哈，这个是有6个见惑，就是跟贪嗔痴疑慢哈，这6个。那显化乐定安民爱的美德，这是我们要做的哈。好，那我们来实际运作哈。看一下下一页。好，来谈到这个很重要，这今天的重点哈。你刚刚那个苦难的例子，我们先解决爸爸的问题好了。刚刚不是有爸爸的老公、2个老公、2个爸爸，还有2个孩子的问题嘛？一男一女，你的车祸死的，男的疏离的，好，亲情被切断被带走了，不准看不给看，那你好，离婚都不给看了，也是很想念他怀念他，但是没办法去看他。那他也想念我哈。那这个母子之情被硬生生的被隔开的。那跟女儿相依为命也车祸死了哈，生离跟死别，跟大儿子生离，跟小女儿死别这样。好，那2个丈夫都是家暴这个暴力的丈夫，恐怖的情人哈。那2个爸爸都是兽性的爸爸，就是婴儿灵。那都是正常的人，就人有过人的时候，但是灵的层次就是一般好。没有觉醒，没有成熟，没有觉悟，没有解脱。超越灵叫做解脱者。好，我这样比喻，成熟灵是有情有义者，哈，一个人道主义者。年老灵是觉悟者，走觉悟的道路，而到超越灵是解脱的、自在的。好，那我们来解这个难题，哈，看。还记得第1堂课讲的虚拟非虚拟这个比喻吗？我们再讲详细一点哈。虚拟的叫做人性、人的世界、人格、人性、人形哈、人心；非虚拟叫做神性、佛性都可以哈。那这2个是同时存在的。虚拟界在电脑内的世界，非虚拟电脑外的世界，2个世界是并存的，它是一体不二哈，一体。不矛盾，不二就不矛盾，一体就是这和一个同一在一里面。但是怎么样来解脱我的痛苦呢？就是用神性的自己来看人性的自己。那神性不需要追求，它本来就在的。用个比喻哈，如同鱼在水里，这是真理哈。鱼在水里，这是 true， 这是一个事实。它是事实，也是真实。它的鱼的心理，这些怎么看水？这是鱼的实相嘛哈。那这鱼呢，有2种鱼哈，一种是一般的鱼，叫愚昧的愚，愚者愚也嘛，跟鱼是谐音梗哈。鱼，那这个鱼，它在睡觉，睡着了做梦，梦里面缺水。就赶快找水啊！你看缺水嘛，枯井不就缺水吗？啊，找水。那找得到水叫做好梦嘛，找不到叫噩梦。有2种可能，结果来论英雄。
找到水了，又需要水，没有水没办法活命。好，这鱼被怎么被抓走，那丢到岸上，好，好像那个搁浅啊，鲸鱼搁浅，海豚搁浅，要赶快游回水里啊，哈，努力的回到水里面。那噩梦呢，就是找不到水，好，我们找到水，这两种可能哈。那鱼在水里，水在鱼，这个真理适用于水生的生物，对陆地不适合。鱼在陆地上就窒息而死，啊，陆地上让人下水就淹死了。所以陆地上有另外一个生态是陆生是什么呢？以人类为主为比喻，我们的人体人的身体在空气里，空气在人体里一样成立。这两个是不同的哦，一个是鱼，不止鱼啦，水生在水里面的生物，包含鱼、虾、螃蟹、贝壳，淡水的、海水的，只要是水的生物都在水里面，水也在我们的生物里面，这很容易了解，这是一个知识常识嘛，那一样的人、动物陆地上所有一切的生命生物都在空气里面，空气也在我们的生命体里面，我们缺氧就容易生病了不能没有空气，不能没有氧气，空气要有含氧，氧含量要够高氧气不够就容易老化嘛或者生病或者癌化，就是因为氧不足那氧气够，正常细胞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好，那这两个都是真理，可是互相不适用。那怎么样更大的合一是什么呢？这叫一体论一体论是这样的：陆地上的生命，陆生跟水生，人跟鱼都在地球的地心引力里面，重力场里面。好，地球的这个地球的重力场，这个地心引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用，它是交融的，它不是分上下之属，它是融在一起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哦，因为修行要修到上面要很难修，如果这个来修就很容易修，就叫果地见起修。好，那来解释清楚哦。我们可以用一些专有名词，我们是内行讲内行话，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讲更容易贴切来解决问题。好，那为什么72岁那个这样的一个女士要进入老太婆老奶奶那一道符场就帮助协助她一起解脱掉了，就是因为有这个真理实相的运作也是今天要来再传再来传出这样的一个心法，一个真理的心法，一个口诀心法那如果这个真理可以应用到很多层面那这个人类跟鱼类都在地球的地心引力里面，地心在里面，可是不适用于外太空，外太空是没有重力场的，它有更大的统一的真理去统一，不断的统一，小合一、中合一、大不断的合一，所以从年老龄开始进入合一一体性的爱，年老龄的爱特质是发现我们是一体的，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岛，是同一个大地，不同的手指有同一个手掌，不同的手掌手背有同一个身体，这叫年老龄，它是一体性的爱，所以它慈悲爱是更广的。成熟龄是同理心，年老龄以上是同体大爱，或同体大悲，或同体大慈都可以同体大喜乐，大喜大乐，他们一体享受，同体我们是一起的一体，但是却是不一样的一体不一样，这两者。但是一体的越来越大，这个合一越来越广大到最大不，已经到最极致的就是无限零了，已经无限的扩展了、开展了，叫做延伸、推恩延伸无限零。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三个本质，那个自然的功用就是扩展、表达，没有表达就塞住了，跟经验是中性的，那动机可以正面、负面，就说这个刀子是中性的。那救人、帮助人叫做手术刀手术刀救命的手术刀，也可以当杀人的凶刀，也可以当观赏的刀，这个是中性。对经验就是如此。外在经验、内在体验其实如此。那来比喻那
怎么样来解脱我的痛苦呢？以被爸爸欺负这个例子，第一个爸爸好欺负我10岁到11岁、12岁啊，到国小毕业，好2年，好妈妈发现离婚了，好太可怕了，好离婚为了保护女儿。遇到第二个继父，啊又被他欺负了6年，好这样侵犯6年，又被弟弟的那个狐群狗党酒肉朋友又被侵犯了，这3件事怎么看待呢？好，这怎么看待？是这样看的：如果生命的本源就是这个水，或者这个大空隙，或者无限的这个空性啊，北越空性，那佛是觉悟者，神是创造者，这2个是不同哦。觉悟者是属于解脱的，是宰杀者；创造是加法，是创造、创造再创造，是采无门的、有为的。神性是有为的，觉性是无为的，这2个要平衡，叫中道平衡哈。中道平衡，坐过来一点，好，可以兼顾2者，叫大圆满，圆满这2个啊不再矛盾了哈，整合的。那怎么样觉悟呢？不需要修，不用修，无修是本来就有。意思是说，刚才的比喻本来就有水，不用再找水了，醒过来就好了，觉醒就好了，本来就在水里的。好，本来就有钱，不要当乞丐，不要当依赖操控，都不用了。好，觉悟了，我有活性，好，活性本来就在，本来具足，就不用再追求，是吧？这发现不是发明，不是不够去找，我不够，我不足，去找，而是本来就有，拿来用这样子。再讲个例子哈，讲鱼的地方，讲人的例子。人呢在空气里，空气在人里，这个人睡着在找空气啊，没有空气也细气，会断气，进来吹，找得到的叫好梦，找不到叫噩梦。举个例子，比如说诸葛亮呢，赌博，现在过世了，变赌神了哈，变做神明了，可能又去投他也不一定啊，不晓得在哪里，反正他没有那个肉体死了，他的生命体没有死哈，在这个宇宙的这个某某次元哈。那诸葛亮就是很多债要还呐，那如果他要还这个债，几亿的债，叫做10亿好了哈，10亿的按照100亿，可能10亿就很多了，100亿哇，那只是天文数字，很庞大数据，大水库哈。那负债累累哈，那做好梦中了1亿，我到华裔要去银行领钱，我看到1亿进到我的户头，银行一看零，没有钱，没有钱进来啊，我明明看到啊，因为这是梦中看到的。好，原来是一场梦，叫做好梦。做好梦中了1亿，醒过来1毛钱都没有，一文不值。好呢，那有做噩梦，被那个债主逮到了，逼他还钱，他还不出来，被逼写本票，那被打被揍，被骂被揍被打，哇，打到骨折，醒过来那个骨头没有断掉，叫做昏华无损，因为噩梦是虚拟的，虚拟的不是说假的哦，说假的就有语病，但是真的在做梦这样子，梦好像很逼真，栩栩如生，很恐怖啊，被打到骨折，中奖1亿啊，好开心啊，好。金榜题名时中奖的时候是最快乐的，快乐一下开始又不快乐了，好，是短暂的，好，那这就是噩梦好梦。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诸葛亮发现原来我在轮回转世演赌徒，醒过来是没有负债，符合那个祈祷的三个主要的那个祷告文诉求，是上主赐给我吃的穿的不匮乏，不要有债务，免了债务。好，用台语用俏皮话哈，恕我家，恕我情，恕我叹气永免行，我这样过得就自在了哈，就没有负担。大约如此哈，看一下，好，那重点是我本来就是的，那这个就是叫做果地见起修。可以写下来哈，我要写一下。今天的重点在这里，果地见起修。
有 B。好，现在写很重要的关键字哦，是我们今天要修炼的哈，等一下来共修的。果，水果的果哈，地方的地，果地见起修。相对于因地见起修，因地见起修是第一阶婴儿龄、孩童年轻的成长，是从慢慢上去的，是由下而上哈，因地见起修。把刚出炉面包我写好哈，来展示一下。等一下哈，看得到吗？这个修行一般的传统，好，旧时代我觉得新时代都不分新旧都有这两个套路哦。一种是一般旧因地见，就是说我要爬玉山嘛。我没有到玉山，我先了解玉山在哪里，位置、卫星定位，来看玉山的介绍哈，那叫导游哈，会介绍。我地理老师会给我们教我们地理课，会知道玉山如何哈，有什么美景，阿里山也有美景。那我现在在台北市，我要到玉山，我要从台北到板桥，一步一步嘛，有一个路径。那到哪里？来看一下那个台湾的地图。台湾地，我在家哈，看到哈，台湾哈，这个玉山在哪一个县市啊？我知道阿里山在嘉义，玉山在哪里？好，到那个开始爬山嘛，哈，从平地到丘陵头，海拔100、200、300、400，哈，500，玉山最高嘛？玉山是多少？3000多吗？还是多少？最高峰嘛，最高山台湾是玉山，如果是地球的话是圣母峰啊，朗玛峰啊，这个整个地球最高是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圣母峰，好像几千公尺哈。那成长就是如此，有一步次第分明哈，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上去哈。那如果我爬玉山用传统的爬法是很遥远哈，要爬很久才会到哈。可能经过好几辈子的转世，不断累积，然后才上去。那这是一种修法。那有一种这叫笔算，笔算比较落后嘛，算很久啊，天文数字啊，笔算不如用珠算比较快一点，有这个工具算盘，啊，用电算机又更快了哈。那电算机也有分一般传统的跟现在有量子电算机，好，1秒就出来了，好，可能说像比喻哈。笔算可能要算1小时，算那个报表，1年的报表，正在用笔来算，有学过算术哈，很复杂哈，算到最后满头大汗，怕算错，还要验算，算一次要算一次check，这个是土法炼钢的方法，好，比较那个克难式，比较传统啊，这样，不是传统，就是一般的哈，没有工具只能用笔嘛。没有工具只能走路这样子哈，走路不止骑那个单车或者是汽车，机支部的这个汽车，卡车那火车还有那个子弹的快车高铁快车那珠算可能半小时那如果是电算机可能10分钟这样打那量子电算机可能1分钟就算好了，真的更快更改的可能以后还有1秒钟的更快那我们修行呢是不能就是不能不修就有，但是可以省力了，就是不能不努力，但是努力就可以省力，不用那么费力那么多繁文缛节，很多很冗长的程序才能够达到可以走直接的路不用走迂回的路那路要走对，但是呢，交通工具不同地图要正确，那上路到达那有一种更高明的一种，这个叫方便，更就近的修法是，我要爬玉山，我用玉山的支箭来爬玉山，这叫果地箭起修。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要成佛，
要经过阿罗汉、菩萨佛很久哈。那我们要用佛的身口意来过生活，好，来佛法佛生活的方法，这个佛就是生活的方法，不是脱离生活的，是很接地气啊，自己在生活中解决问题。好，用佛的身口意来过生活，就很快成活。好，叫起修，要修不能不修，还是要修，不是不去作为。好，无为而有为，不是无为而不为。好，那这是果地见起修。我是神，好，我要成为神性，成为恢复的神性。我本来就有神性了，要用我本来有神性的这个真相来修。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用那个比喻的，如果佛是觉悟者，我要去追求觉悟，不如用一个真相是，我在觉悟里面，我在佛里面，佛在我里面，再来处理来解决问题。果地见不等于果地哦，果地见是在玉山的这个见解见地的知见来爬山，而不是我在玉山了，那变成妄想了，变成我慢了哈，大的一个我慢是果地见这重点，不是果地哦，这个字差一个字，这个见不能拿掉，不是果地起修，是果地见起修。好，用玉山的知见的见地来爬玉山，不是还没有到玉山，我还在过，还是灵魂期间，在过程中会快速通过，因为它高效率哈。法身见起修，一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报真跟法身。我在被爸爸欺负，被老公暴打，两个孩子生离死别，这就是我肉体物质界发生的事，叫做现实。现实叫做报真。还记得第一堂课的重点吗？看一下哦，这个ABCD 这个叫事实哈，事实。我有两个爸爸，一个生父，一个继父。事实有两个老公，前夫跟后面那个第二老公后来死掉了，前夫离婚了，第二老公死了，分开了。我两个儿子，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第一个老公生第一个儿子生离被硬生生被带走了，不给看然后去传宗接代的第二个夫家传宗接代。那我的女儿车祸死了，去国外撞死的那这叫报身，虚拟的身份，演戏的身份演戏那这个叫现实。我女儿很痛苦，女儿死了问的话，女儿也痛苦我们有我们的 reality 投射那回到本质就是动机，真跟非真，就是 ego 小我小我在这边引悟。那这个就是忠于事实嘛，信仰真实真实是我并非受害者。哇，这是重点了。有加害者，的确有加害者，有很多，至少有5个。我的生父，我的继父，我的前夫，我的现夫，我的大儿子，那个加害者。受害者应该是我的大儿子跟女儿吧，是受害者。有加害受害，有施恩受恩但是以法身，以真实的身份，挥虚你的神性神性的身份，这些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这些是不存在，或者它是虚拟的存在都可以它就挥虚拟。也就是说，在电脑内的世界有加害受害、施恩受恩、善业恶业各种业就在虚拟界，在电脑世界，在电脑外，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我得了飞蚊症，我看到蚊子以为有蚊子，这是我的实相，事实得了飞蚊症，可是本质真相是根本没有蚊子。我得白内障，为白雾所苦，真相是没有白雾。既然没有蚊子，没有白雾，就不用受苦了，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要劲，这种今天要来体会的。这叫做扬升。扬升的标准是，他发现了一个非虚拟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枯井发现了有一个
本源水源头在下面一直都在的永恒的本源。这比喻哈，或者孤岛发现有一个大地地球，我们是一体，那个一体性的发现叫做觉悟。悟到什么？悟到我们是一体，互相又这样的连接在一起，就有一种一体的爱，就有慈悲的。那在这个一体中，因为虚拟非虚拟的真实的 true， 非虚拟的真实未被虚拟的事实哈给绑架，给牵绊，好，给污染，这就是空性，这就是空性。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好，会悟到智慧叫空性，觉悟叫空性，而慈悲就是那个同体大爱，一体大爱，有这样的一个觉醒，是年老龄的内涵，然后要到稳定，从开始好持续到开始到持续到整个彻底，叫做了悟哈，彻悟。这时间不用讲，快一点好了，我讲话可能要快一点哈。来讲个例子哈。好，那这个大家注意听，这个很重要。假如一个鸟园的鸟，好，他不晓得鸟园是，他以为鸟园是大自然，是假的大自然哈，很像是仿自然。因为这个鸟是第3代以后的鸟，第1代的鸟被抓来，知道鸟园是监狱，好，他就想反抗都逃不出去，很痛苦。可是鸟生蛋，蛋生鸟，哈，鸟孙的孙子。第6代鸟哈，鸟孙就把鸟园当家园了。那鸟园里，他不晓得有大自然的存在，大自然就是所谓的法界，就是那个真实世界、非虚拟的世界。好，那鸟园是电脑内的世界，哈，那个大自然是电脑外的世界，叫做登出的世界，登陆是在鸟园里面，这个比喻。那这个鸟就被欺负了，因为它是一只仙鹤，白色的仙鹤，那就与众不同，特别的清高，特别的优秀卓越啊，特别的美丽，那就会被有的会羡慕啊，羡慕的白云，有的是嫉妒的灰云啊，被怨恨就是黑云了。好，那就有的鸟开始怨恨这个白鹤，开始攻击它，啊，孤立它，啊，后来还开始攻击它，就是那个oku给那个鸡啊，鸡有鸡群，鸡有个斗鸡，就斗它，然后欺负它的鸟越来越多了。鸡也有欺负它，鸡鸭也欺负它，鹅也欺负它，还有麻雀、乌鸦，孔雀、喜鹊，各种鸟都开始欺负它，所以它开始逃啊逃，但怎么逃还是这鸟园啊这个范围逃来逃去啊，然后很痛苦，要保护自己啊，要应付这个攻击，好，就防卫攻击，这是小我的模式，恐惧、防卫、攻击。有一天呢，被逼到墙角了。有听过狗急跳墙，鸟急就会飞翔，那就自然就飞起来了。它本来就会飞，它不晓得它会飞，因为没有机会，没有刺激，好，不晓得自己会冲浪，好，一直被浪冲，不晓得海豚是可以冲浪的，像海豚一样，可以在浪的上面，不在被浪压在下面，就是那个潜能开发了。结果飞得够高哈，看一下。鸟园在里面哈，所以大家有那个网子，网子破了，够高，那就网子哈。有个大自然呢，有个真正的大自然存在，好美哦，从来没看过的，哇，有这个植物哈，花草树木，哇，好鲜艳，好翠绿哦，还有各种颜色的花都没看过的，好，这是经验范围外，好，就掉下来了，因为那个力量不够，可停了，它1秒钟就掉下来，叫做惊鸿一瞥，惊鸟一瞥。一瞥哦，看到一刹那，哇，他发现了真相了。他就跟友善的鸟去说：“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一个非虚拟的真实界存在。”那大家听不懂，就觉得他怪怪的哈，这个更加远离他的，好，这不是有问题？这个有幻觉、幻听、幻觉、幻视哈。他就搞不好有问题啊，搞不好弄错了，因为太紧张，可能看到幻象。都要怎么实验证明？最真相的实验证明就开始呢，飞看，因为它会飞的嘛，知道自己会飞哈，开始又开始飞哈飞，的确是有呢。看久一点哈，一看，哇，反正1秒钟对不对？10秒的，
在练哈，有空就练，反正在监狱里头放风嘛，透透气哈。那再来是1分钟、10分钟啊、30分、1小时。有一天哈，真的力量够了，成熟了，不可逆了，就是量变临界点质变了，好，突变了，跳变了，跳跃了，好，就回到大自然了，离开鸟园了。所以呢，那回到鸟园做什么呢？这可以过好，自由自在的做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流动，或者来探监，好，来探监，来探望，来鼓励鸟的朋友回归大自然，或者呢，有的入监来卧底，这叫卧底，就是到监狱里面跟他们混合在一起，把他们带出来这样子。所以在座各位，如果地球像监狱的比喻，好，比喻了哈，入狱的目的不是要出狱吗？好，如果地球像医院，入院不是要出院吗？好，地球是学校，入学不是要怎么毕业吗？好，入学这叫毕业，没有一直当掉重修，今天要教毕业新华的，好，其实枯井这都是比喻了哈，没有枯井哈，其实它是一个梦境或是一个虚拟的幻化，能够把就比较单纯2个世界而已，虚拟非虚拟。好，那讲到监狱里面最多是犯人嘛，那最多犯人，那另外一种不是犯人，就帮助犯人的人，像管理员啊、典狱长啊、法务部长，这个叫做乘愿而来嘛，比较少众，可能小部分是帮助犯人的人，大部分都是犯人，可是91%吧，9%，但10%的人在服务90%的人，有教委师，有宗教师，有各种有医师啊，有教育者、疗愈者、服务者、守护者，来帮助犯人能够恢复健康，好，成为改过向善，成为好人哦，从良哈。那这是一种哈。那另外比喻是医院里面有医师嘛，好，帮助病人的人，有帮助犯人跟帮助犯人的人，病人跟帮助病人的人，学生跟帮助学生的众生啊，老师、行政，好，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犯人知道自己不是犯人，能够解脱自己，好，是自己来帮自己，好，因为本源就是我们自己，最佛也是我们自己，那个内在的自性佛，自性好，我们本来就是了，好，这是果地见起修，哈，会比因地起修高效率，还是要修，还是要去实做了哈。修不要用修行，用生命的过生活来过生活啊，来做那3件事啊，来扩展，来表达，跟来经验，好，体验这样子。好，那要脱离那个卧底是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当场就卧底，我们不再是犯人。好，若是在卧底的，就恢复初衷，乘愿而来。若是犯人，也可以变成卧底，好，就变成转为愿力，业力转为愿力，就地起财。对，没有犯人，大家都是卧底的。好，没有学生，好，成为老师的。好，病人成为医师，久病成良医嘛。那学生进而就变成教育者了，被教育成为教育者，哈，它是一体，教学相长。那我们来看哈，还有半小时哈，我们要来体验。以这个例子哈，如果我能够有果地见来，法身见就是非虚拟看虚拟哈，法身就是本来的身份，法就是真，就 true 叫做法，那个法律的法哈，真实的身份来看我的受害经验是怎么看呢？我在演戏，我演了受害者，我演了女人，我演了一个台湾人，我演了一个被婚姻家暴的人的女人哈，我也被爸爸欺负的女孩，好，然后结婚被那个老公那个家暴的作难的妇女，我是一个妈妈，好，我是一个，这些都是慧文正的文字，都是虚拟的，是借假啊，就是一个道具工具啊，借假物真吧，应该是最虚拟非虚拟的一个
一个工具，好，都是非文正的文字，虚拟的演戏的戏都是戏子，对，都是戏子。好，妈子、老子都是戏子，内子、外子是戏子，孩子、孙子是戏子，好，孙子是戏子，戏服，好，银子、房子、车子都是戏子，这演戏里面的道具。那这样的角度就当下就解脱了，也不用再。既然我是演病人，我不是病人，那何须疗愈呢？这是最高的疗愈，是不需要再疗愈了，因为生病是虚拟的。假如我得了一个不好的病，哈，我怎么解脱？我要用法身健康报身，报身我是病人，我该去做的治疗要去做，哈，西医、中医，哈，各种疗愈。可是本质我内心要怎么解脱呢？好，我要用法身看报身，我是在演病人而已。但是我的本质，我的神性的自己是不会生病的。我神性的自己是没有生老病死的。但是我人性的自己有两个自己，人性的自己是有生老病死。我经历这个流程，这是一个游戏，我在演戏，我在游戏。但是真实的身份，这些都是因为虚拟、非虚拟来看，它是一个，它是表演而已。而这个演戏代不了我的演员本身，梦境代不了做梦者。这个真理、真相，这个发现不是发明，发现就当下我就解脱了，当下即解脱，就不用再那么复杂的程序了。那对结论是用报身啊，法身见报身啊，法身见报身有两个哈。用真实的身份来看虚拟的身份，用非虚拟的身份来看虚拟的身份，叫做法身见报身。报身就是会报效的身份啊，就是我是受害者，我是病人啊，我是老人啊，各种法身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不是不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不再是问题的。好。梦中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字。一个正道歌，叫做永嘉大师一个禅师正道的一首歌。梦中有六道轮回，醒过来都不存在的。法身见报身，法身。那一般用报身见报身，用人的角度来解决人的问题，用人性处理人性，用蚂蚁的2D 来处理蚂蚁的2D问题呢，就遇到瓶颈，有可以解，有的解不了。好，那所以呢，法身是3D， 看报身是2D，3D 超越2D， 这叫做智慧，叫做觉悟的，觉醒的。3D 包容2D 就慈悲了，有智慧有慈悲。好，那果地见起修是3D 来修，好，因地见是2D， 这样的比喻。好，今天两个重点啊，今天主要两个重点，用果地见起修，好，是就近之道。因地见起修是方便之道，是方便面，好，这真正的实物。用法真见来看报真，这是就近；用报真见看报真是方便，也是可以的，但是会比较会比效率就是这个低效率和比算。但是如果用果地见来过生活，用报真见过生活，就叫做比算，会电算。那如果用因地见来过生活，用报真见过程就叫比算，要算很久，会算出来。但是用果地见，用法真见呢，就是一个量子电算机，就会很快，好，灵魂就会提升，由第5阶的年老灵到超越灵到无限灵，一路好扬升。那这个光子带呢，这可能的，而且呢，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要唤醒的更多的人走这个就近之道。那就近方便，两个都可以同时进行，这可以相辅相成。好，那一般的修行的新的枯井，
好，枯井的心去修行，好，比如说去念佛啦，去做法会，还是枯井，用永情的心来做，去做修行，不是念佛去极乐，是极乐中来自然的念佛啊，这样的比喻，不是行善后去极乐，是极乐中自然的行善，是倒过来的。好像说不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先助人而得到快乐啊，先助人就是我先去帮助人来得到快乐，跟先付出成本得到利润是原理是一样的，一个是比较世俗的，一个是属灵的活动啊，非盈利助人的，像做慈善的慈济的，一个是盈利的，这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做慈济啊，好像做慈善的慈济比做生意来的高尚，其实做的枯井，这同一个枯井，一个是白云，一个是灰云或者黑云而已，还是在枯井的范围，还是在成熟龄，还没有上去，遇到瓶颈，要到年老龄的关键，要从第4阶的灵到5、6、7啊，到非虚拟界的一体性的关键，就在一个转捩点啊，就是用果地剑来过生活，用法身剑来过生活，这都是诀窍啊，一个心法的诀窍，也是今天要来带给大家的生命的礼物。好，那我们今天来修炼哈。好，那回到那个鱼在水里，水在鱼里，人在空气里，空气在人里，这样的比喻。如果我们要找爱，枯井要去找爱，就是这个爱就是小我的爱 ，ego love， 怎么样活出真爱呢？要来体会到，我们是神性的存在，我们在神性里面，神性在我们里面，神性那个性本质就是纯爱，所以我在爱里面，爱在我里面，我本身就是爱的一个小太阳，一个涌泉，我就不用在外面再去另外求爱了，我本身就是的，这往内求的意思啊，往内挖井，成为涌泉，然后慢慢的拓宽，满出来推恩出去，再加倍回来，不断的拓宽，好到无限的开展，无限的扩展，拓宽到全部通了，然后再不断的在扩展，以至于无限。这是我们未来哈下半辈子要这样的活着，这是一个转捩点哈。大约如此哈，这个讲的比较抽象，但是这实际可实现哈，都要一些能够慢慢理解、慢慢消化哈，不要改革哈。那等一下来做这个哈，这个从开始觉醒哈，那回去在生活中持续的觉醒，好到完全的全部觉醒，就是全部通了，不再有土石塞住，全部畅通了哈。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解决了这3个石头都掉下来，光明磊落嘛，光明出来的石头掉下来了。对，中国文字有意境哦，磊落石头掉下来啊，就是两个爸爸伤害我，有加害者，无受害者；两个老公 K 我，把我暴打我啊，有加害者，没有受害者，有加害者是事实，没有受害者是真实。啊，我的儿子呢离开我了，好，我们关系疏离的，但冷淡疏离，啊，被强迫硬生生的分开，互相想念，又是受害者啊，女儿车祸死的，的确我们有受害者，但是没有加害者啊，有加害者，有害我们的人哈，有车祸的那个肇事者，有把我们分开的这些加害者，但是事实如此，但是我要忠于事实，要承认它，才不会能量塞住嘛。好，但是呢，我要信仰呢，我要信受啊，就是我不是受害者，我就脱离我是受害者这个情节了。我是受害者这两个我的我执嘛，又是受害者，两个负面哦，不是我没有了，好，那个假我是真我，本来面目没有受害者。没有受害者，那加害者我害别人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是没有加害者，但是呢要沟通哦。那因果律怎么运作？那里面就有一个重点了，也就是说，这重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有2个世界同时存在嘛，没有矛盾，2D、3D 同时存在，虚拟非虚拟同时存在。
人性世界、神性世界同时存在。但是呢，里面的这个道就是一个规律哈，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个矩就是道了哈。那个律，那个秩序，那个律则是一单标，不是双标的。也就是说，网络是虚拟世界，那网络犯罪照样移送法办。虚拟怎么移送法？虚拟货币啊、比特币啊，怎么虚拟？当然可以骗人嘛，虚拟中的虚假，虚拟不等于虚假，这是重点哦。虚拟但是不能虚伪，不能虚假，要真诚，要真心，要有真爱嘛哈。那所以不能诈骗，好、那网络呢很多诈骗，有这个买卖的诈骗，有感情的诈骗，有各式各样的诈骗，因为它是虚拟界，所以呢，法律对两界，对网络的互联网世界跟我们的外面这个真实界的这同一个标准，不能违法，不能违法。所以有3个东西，就是这个法真理，法是真理，或者道，或者法，它对虚拟、非虚拟是单标，不是双标。不是说虚拟界我就一虚拟我就作假、作弊、作假，非虚拟非虚拟的不能作弊，不是的，都不能作弊，都要真诚相待。那这个时候，那如果有人在虚拟界做不好的因果怎么办呢？重点是可以转为公了，不要用私了，私了要进入鸟言的，在大自然一样跟他了，叫做公了。还有恶了转为善了。好，你杀我杀你，我不想杀你，因为我灵魂程度提升了，我已经觉醒了。杀也是幻象，但怎么了呢？好，你可以为了我，你就命就没了，就了了。好，你欠我钱怎么还我？好，那我还跟你讨债啊！我不想跟你讨债，那我做不来，那种不好邪恶做不来啊，那种有五毒的动机做不来，那你怎么还我钱？你给我助学金啊，给我赞助就了了。这是下次要谈的，如何恶了啊转为善了，私了转为公了，由本源来做主。好，那做结论哈，那怎么成为涌泉呢？只要两招哈，或是怎么挖井呢？一个是往下挖，一个是冒出来哈。那我们记得画一个图。好，我们看呢，我们的生命一般如果没有觉醒，是一个凸醒呢。那我们的本源在这边，在叫做水源头在下面，它源源不断的等待被发现，它的比喻哈。那我们要挖井，要往下挖，跟水要满上来，往下挖这个洞，这个呢叫做信托，信托叫做 trust， 信托。信托不是外在的神哦，外在的神明，外在的这个上帝不是，是内在自己就是神性，就是佛性，信托自己的本源，好，然后信托完了就是领受，好，就是信托这样打电脑打出去要接收，接 email， 好，发 email 收 email， 这叫做相应，好，叫做相通，好，那接收叫做感恩领受，叫做信受。所以这个信是一个美德哈，发信是信托，收信是信受，好，那这个信托招恩，召唤恩典，信受是受恩，领受恩典，满出来成为涌泉，成为涌就满出来了，满出来就感谢恩典，谢恩或感恩。去灌溉别人叫做推恩，灌溉外在一切，不止别人，灌溉一切的形式叫推恩，灌溉人事时地物的5个标的，天人事时地物，天就是高次元了哈，有形众生之人，无形叫做天人事时地物灌溉出去，灌溉会加倍回来，会成为超越灵跟无限灵，自然就扬升上去了。这几个转捩点，就是用这个方式。好，信托招恩，看得到吗？信托招恩，信受受恩，然后成为涌泉哈，感恩成为涌泉，那涌泉再去推恩。
好像先被点亮成为明灯，它去照亮别人啊，点亮成为明灯，一个小太阳，恢复神性的自己。然后呢，照亮别人叫推恩，点亮别人叫做传灯。这有3个程序：被点亮、去照亮、去点亮。对，物后起修就修这个3个程序，被点亮的成为涌泉的，推恩出去啊，叫做去照亮，甚至去点亮准备好的众生，能够出狱，能够卧底。大约如此哈。那今天要把上次那个断八疗法把它做完哈。那我们先来体验哈。这个空性很难解说了，下次有机会再进一步讲。进来讲解一下哈。就是我们进入悟什么？悟的内涵有2个，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爱嘛，慈悲。那这空性是说无自性，是说虚拟界的一切空间哈，没有实体，一个火焰每一刹那不一样，所以无从执着哈，无实体可执着，就叫无我哈。无我就是不执着，有一个我，有一个实体，它是一直在变动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叫做我可以执着的，就叫无我空哈。一个叫无常空，时间一刹那每刹那都在变化，也是抓不住的，好，没得抓，这叫无常空哈。这是空性的2个重点，就是不再执着啊，因为它一直生灭哈，无所不执着，用另外一个比喻是无所待。无所待、无所执、无所着啊，无限的可能性啊。空性呢，空不是没有，这否定哦。有时候是讲没有，有时候是它是超越一切的意思，不受限的，不受局限，好，无限好，然后包容一切，超越一切叫做大智慧，包容一切叫大慈悲啊。在空性中，空性都是中性，像镜子啊。镜子是不肯定、不否定、不批判、不论断，好，不责备、不谩骂，就是叫做中性啊。空性有一种中性，它是一种 open， 涌泉敞开、开放性啊。大约它的属性是如此 ，essence 本质啊，但是要去体验它哈。性就是性质，就是 essence 本质的意思。也不是一个东西，有一个质地、一个品质的意思，一个 quality 品质。好，那一体性的爱在成为涌泉的时候，会体验到万物一体哈。那这爱里面就有12个面向啊，会体验到呢，不是知道，先知道那就一体验哈，知而后行，行而后知，知行合一哈，可以在生活中来调整，来校准自己，校真校准哈。真爱是尊重自由之的爱，尊重但是不一定要认同，尊重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不认同你的言论自由，尊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尊重正也是可以杀人的，爸爸是可以欺负我的，老公可以报答我的，孩子好，这个就是被强被带走的，好，尊重实相。尊重别人做小我，会投射是幻象哈，不一定要认同。尊重是慈悲，不盲目认同的智慧。就上次讲那个断尾心生哈，然后尊重自由，同理心就是成熟灵。但同理未必要同意哦，同理是慈悲，不盲目同意是智慧。然后呢，真爱是无所待，不期待，不拉几待，不依赖，不操控。不强求，不强迫成长，不强人所难的，没有强迫症的爱，不占有不垄断，不占有的，然后呢，无条件，你偏不用对我好没关系，我会对你好，无所求，就是说我对你好，不见到回报我也无妨，这个意思，一定会符合12个这个标杆也可以来自我审查。好，那如果小我的爱那个一直狗来狗去的爱，它只有完全是杂质它是相反的素质是不尊重、不自由、不同理。好，有期待、有依赖、有操控，那这个灵性就会蒙蔽到的年轻灵孩童，你就下降了。好，那个期待变成婴儿灵了。好，就是
有强迫，有占有欲，爱情都要占有嘛哈，所以爱情的小我就很多小我的这个杂质混在里面，好真妄合，真心妄心合在一起，混合哈交杂，好善恶交杂，真妄交杂，好，然后呢，你先对我好，我再对你好，有条件的给，我对你好之后，你要对我好，有所求的给，一定会落入这12个框架里面，叫做 matrix 那个矩阵那个陷阱里面，枯井就是陷阱哈。这陷阱自己给的，不是外来自己给自己，所以自己可以把它解构掉哈。好，解构，解除污垢，变成无垢清净光。ego 是无明，好，那我们要 ego God 的这个垢就是弃暗投明，解构了。那 God love 啊，神性的爱，Buddha love 觉性的爱，好，这个 true love 真爱呢，就完全的啊达成了哈，就活出那个本来面目啊，本来就有的，对，本来就有呢，不需要去追求，只要发现它，拿来应用就可以发现实现。这是今天分享的心得哈，就是本来就是以上对下，不是由下对上，是本来就是的方式，好，就是用义山的支线爬义山，用佛的身口意来学佛成佛，用神性的身口意来过神性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哈推恩。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那个断八疗法啊，上次的，那我们先来体验好了，体验神性好了。那怎么体验呢？主要是信托跟信受好，然后再来做断八，分2段好了。看现在是15分，还有分2个10分钟啊，来做修炼体验，共修共振。好，那现在开始哦，准备好哈。那回去可以继续做了哈，这是一个抛砖引玉好的开始哈。我们好，现在闭起眼睛，用音乐吗？我们用那个颂钵好了哈。首先呼吸放慢，进入阿瓦波，进入初步的静心禅定状态，用音波来带入哈，用阿的音代表阿瓦波。好，共鸣，先吐气再吸气，呼吸放慢。3回合深呼吸都可以连接是神性的，恢复神性。好，开始。好，再吸气吐气，第2回合，呼吸更细长，进入悉达波，进入中度的静心禅定，用乌的音来共鸣进入。好，第3回合，再吸气吐气，呼吸更深沉，进入德塔波，深度的静心禅定，用的音来融入气入。好，现在感觉我们在佛性里面，不需要追求，不需要去期待，也不需要去强求，很自然的 enjoy 的，所以它就是 enjoy 一种享受，融入其中，它是一个真理，真理不需要想象，也不用观想，也不用推理，也不用相信，它一直都是如此，不相信一样存在，怀疑也没关系，因为真相，怀疑还是真相，不信依然是真，它是真实。我们在觉性里面，觉性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面是从内在，其实是超越内外，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在觉中，我们会体验到空性，
空，这种发现一切的生生灭灭，虚拟界的一切生灭，都是无从去执着的，抓也抓不住。既然如此，何必抓取呢？时间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都是当下，当下也变成过去了，所以过去心不可得，了不可得，未来心也了不可得，现在当下的也是了不可得，了不可得的。不可得就是无所待的意识，无所住就是不执着的意思。我们不会再去执取、抓取，让本源的觉灌溉我们自己。它是从内在而来的，不是往外抓水龙头，是往内信托，依靠的是水源头。所以信托本源来灌溉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佛，自己都是佛，都有佛性。佛也是一个简称啦，也是一个方便，也没有佛这个字，只是一个觉悟的意思。我们都是觉悟者，对，我们都是觉悟者。觉悟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以说的觉悟者是同一整体。我们是119的一个弟兄，跟这个119是一体的。对，觉悟者的集体就叫像传销公司哈，有工会这样，这就叫如来藏这样子。那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就是觉悟者，用觉悟者身口意来过生活，未来可以如此。那觉悟者呢，就是超越一切，非虚拟的觉悟者，超越了虚拟的非觉悟的状态。觉悟者是不演戏的身份，不演戏都没有这些角色。好像看电影的时候，戴个3D 的科技眼镜拿下来的，我们一直在觉悟中没有离开，所以开悟也是方便说，本来就是了。回家也是方便，本来就没有离开，只是醒过来，原来在家里。这个家就是佛国，佛的国，觉悟者的国度。觉悟者的角度，爸爸欺负我，是的，是有这一回事，但是它只是一场戏而已。我被欺负了，我被老公暴打了，我的儿子强迫跟我分开了，我的女儿车祸死了。这是演戏演得非常的有张力，有戏剧效果，但是以觉悟的来看，这些都是戏剧效果而已，所以我就解脱了。它是一种戏剧的存在，也是不存在；非文字的文字不存在，白内障的白雾也是不存在的。可真的有白内障哦，真的有非文真。所以虚拟的真，非虚拟也是另外一种真。非虚拟是相对真，非虚拟是绝对真，绝对的真；虚拟的真是相对真。对，鱼在水里是相对真，但我们在觉悟里是绝对真，我们都是觉悟者，都是自己的佛，叫自性佛。所以悟无自性是不执着的那个空性，这个自性是自己的本来，就不同的意思啦。那这就是一体性，我们的确是一体的。
在一体性的爱里面，会自然流露12种美好的品质。一体性中，尊重一体性的涌泉之爱，是尊重自由意志的，尊重自由，同理自己和众生，同理未必盲目同意，自由的不盲目的自由，自由不会去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不伤害别人的自由，从心所欲是自由自在，却不逾矩，就不会违反真理。那是孔子70岁都悟到的，都体悟到的心境，自由自在，却不违反真理，真理也无从违反。尊重未必是认同，去体验无所带的，没有负担，无所带则心无挂碍，无挂碍就无有恐惧，就能够远离颠倒妄想，就能够彻底平安，解脱自在。把这个体验在生活中经验，应用在生活中，生活就变成了彩色的人生，太阳的人生，无所带，没有期待，没有依赖，没有乞丐，没有强盗，不操控，没有强迫症，破解完美主义了。完美不完美本来就美了，何必追求完美？把完美拿来用而已，没有不完美，只有准完美，没有失败，只有准成功，没有错误，只有准正确，没有最完美，可以更完美，没有未完美啊，早就已完美了。这就是果地见过生活，法身见过生活的伟大的真理的实现和实践，就是如此，它是很自然的，不用刻意追求。反过来是被追求，信无在尾巴上，追了尾巴又跑了，不如让尾巴追随我。是的，神性的品质会追随我，自然流露，涌泉以现，不断的推恩，生命就开展了，扩展了。推恩就是表达，扩展延伸，成为无限灵，恢复了本来面目了。好的体验，无所带，没有期待，没有依赖，没有操控，没有占有，没有强迫，没有占有的自然流露的感觉，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本然，就是天性，活出我们本来的天性，无条件，无所求，有没有回报都无妨了。涌泉自然流露，阳光自然的照耀。我在神性里面，神性在我里面，我在爱里面，爱在我里面，打破内外界限，由内在想要到外在，里应外合，由外在又到内在，到最后是超越内外了。享受这种感觉感受，引咎于一体的大爱跟开放的空性，享受这种自由自在自然
清净自然，解脱自在，全然的自由，心灵自由了，解放了。虽然在肉体里，可是心里得解脱了，肉体也会结束的。结束前可以来推恩，也是我们下次要来做的7月31号，显化为外在的好的实相，来过一个活出天命的生活，解决财务的危机。最主要是财务，如果用爱用觉来解决危机，达到内外皆富，内外皆美。再把我刚的故事把它做圆满。我是一个美容师，当我觉悟到了，我解脱了，在72岁解脱了报身的幻化带给我的幻象之苦。那我的天命就是带来活出美丽，也带给世界美丽，让自己跟有缘众生、有缘者内外皆美。虽然退休没有做这个行业，但我的举手投足都是美的彰显。在美中有善，也有真善美的彰显。我只要成为一个典范，活在地球上，就活出天命了。这个天命不是 doing， 是 being， 是存在，是永存的存在，推恩的存在，是传承者的存在。本也会带领我去做有益的事，会为我导航，导航者就是我本源的自己，就是我自己，也是大家共通的自己。这样的真理的领悟实现，就是年老龄、超越龄、无限龄的心境、心态、动机。好，准备带这种真善美的心境、心态、动机、本质、品质、实质，初定后在生活中活出来，很自然的活出来，轻松自在的顺神圣之流而活着。下次会来把它用出来，体相用的用，相跟用，形式跟功用，在落地生根，在地球扎根，过地球生活，来应用出来。这是我们下礼拜就是31号要做的彰显、显化、创造。好，准备出定，答案归档，按送归位。好，荣耀回给本源，推恩无限，无限推恩，活出无限灵，无限的仁慈悲悯，安乐，无限的解脱，无限的自在。好，推恩无限。等一下从9倒数到1，从内在到外在回神过来，很有趣哈！回神回到虚拟，虚拟又回到非虚拟，两者打成一片呢。非虚拟界可以做是虚拟界做不到的，虚拟界也可以做非虚拟界所做不到的，所以两者互相的相辅相成，互相增上，互相的互相救济啊，互相支持，互相造就，互相成全。好，初定9、8、7、6、5、4、3、2、1，从嘴巴真正的吐气，吐一口气，收工回到第5时空，吸气，张开眼睛回到外在的
物质世界，又回到那个虚拟界了。虚拟非虚拟两个打成一片，互相调和，相辅相成，不再有矛盾了，互助、共荣、共存。好，感谢大家。现在的预告，我们要做8段8吗？看时间，还是下次再做也可以啊。先来讲解一下怎么做哈，下次再来运作。就是说要解决难题，像以我爸爸欺负我，2个爸爸那个生父跟继父，老公K 我，报答我，孩子死了，活着也见不到。那我来自不跟他们纠葛，不要再陷入这个鸟园了。鸟园里面鸟大便很多，鸟蛋不多。好，放鸡屎无放鸡卵无鸡屎一堆啊！鸟蛋没有，鸟大便很多，鸟事很多哈。我宁可解脱着来过鸟园生活，或者回归大自然哈。那就是有这个连结，要把它断开。连结怎么来的呢？好，这样比喻哈。这个世界事情太多，要处理不完，要把它分类，比较简单，分3大类就可以了。像垃圾要分类啊，好，瓶罐类、纸张类，还有这个厨余类，可以做堆肥的哈，可燃烧不可燃烧，可分解不可分解，一一的回收。那世界上的事有3大类，一个是上天的事，一个是自己的事，一个是别人的事，3种种类而已。就把它分类，好，分类来分工合作，好，分责负责。我爸爸要骂我、打我，喝醉酒啊，好，酒后乱讲话，嘴后骂人啊，酒后还侵犯我，这个是谁的事呢？是谁决定？是爸爸决定，我没办法帮他决定。我劝他不要做，我只能劝导、建议，他要做，实在是没办法。就像郑杰要割我的喉，割喉大师，是谁决定？是郑杰决定，不是我决定。因此，它是郑杰的事，不是我的事。我期待郑杰不能杀我，爸爸不能骂我、打我，不能欺负我，那我就把他的这变我的事，拉了这个绳索叫业力。业力就是说，他的变成我的，那一个小朋友的像，这很重要。下礼拜做下次要做太重要的，不切断你会拉回来，像风筝会让你又拉回来，一定要把它断掉，断掉就是再从这里断掉。有8个方面，会拉不同的对象，会拉长辈、平辈、晚辈，会拉了亲情、友情、爱情各种对象，有熟悉的、陌生的人都会拉扯很多连线。好，看一下这个是我的孩子小孩子。不准吸毒，好，这爸爸只能要教育他，可是我只能劝导，只能给他建议啦。他要吸是他的事，我没办法，所以我期待他不要吸毒，我就被他绑住了。不准吸毒是一个我的内容啊，内容期待跟内容没关，他的心态内容是不准吸毒，好，因为这个是错误的、不好的，的确如此，这是事实。那把它贴上去的，看贴上去的贴着就是粘上去，好，魔鬼粘住了，这对是好的好的，我的 reality， 我的实相，我的理想国，我的乌托邦是我的理想中的孩子，是不吸毒的孩子才是理想的孩子。我投射我的理想，要他达到，这是我的 reality， 我的实相。3大项里面那个，还记得那个我的主观就是来看一下。这是我对儿子的实相，reality是我的儿子，理想中的儿子是不吸毒的，是好孩子，走对路，没有走偏不再做歹囝要做好人、好孩子。那我给他贴上去的，他会撕下来，他不服从，我用勾上去，用钩子就勾住了。那期待要做到，就他的就变我的。看拉了脐带了，他去投胎我就被拉下去了，就这样来的。对，把脐带放下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有脐带，为什么修行容易失败？
用因地见起修，用报身见起修，都容易失败，功亏一篑。因为一般的修行用期待的动机来修，修到最后就修不出来了。期待睡着就睡不着，期待开悟就不会开悟，期待没有杂念，这念头就是杂念了。期待不准有杂音，好吵，这声音就是杂音了。一旦期待就踏出这动机已经出偏了，会越偏越远。因为有期待，就产生各种8大负面情绪，悲伤、抓狂、狂躁、恐惧、焦虑，忧郁、焦躁、烦躁，狂躁，忧郁、哑公、狂躁、恐惧、焦虑，悲伤、愤怒、怨尤、憎恨，就不断的冒出来，就是杂草蔓生，会产生贪嗔痴疑慢，小我的贪爱、嗔恨心、嫉妒心，愚痴，疑神疑鬼、多疑猜疑，自大自卑，会不断的冒出来。它的根只有一个，5条毒蛇，蛇的蛋拿掉不会长毒蛇，这个断了根就不会长杂草。这是很重要，成为超越的关键，就是无所待。好，那问题是别人期待我们怎么办呢？好，问题是，这是不期待别人，我知道怎么我做的，不期待用祝福的，用别的，用建议，用鼓励的都可以，或托孤，有各种方式来替代它。好，不用笔算，可以用珠算，可以用电算，用量子算、分子、原子、量子算，不断的越来越有效率、高效率。好，但是不会落入那个小我的期待里面的这个框架陷阱、枯井的陷阱那个叫 Matrix 没去死那个 Matrix， 骇客任务那个 Matrix， 再来介绍骇客任务里面的真理这是下一堂课，那我就会解脱嘛，迈向解脱道的，就起修的这样修的，用我是神性，我是佛性来修不期待。那但是别人期待我怎么办呢？一样可以让断开，我可以把别人的期待转为别人在祝福我，在善待我，在建议我，在鼓励我就可以了。不要把当期待看，当期待看就会绑住了。好，他善意我接受，他对我期待有善意，有情有义有爱，对我接受，但是内容不一定要接受，我来取舍，适合我就接受，不适合我就把它淘汰过滤掉。好，我来做主，所以别人给我不是命令指令，是一个建议而已。是臣子，不是主人还是我自己。好，我是涌泉者，我不是枯井者。我找到本源了，本源灌溉我自己，我不需要他来灌溉，他灌溉我都没关系，这锦上添花他不给我也没关系，我本来就自给自足，自己冒出来。因此，这个原理是把被期待的我转变我的心态、我的心境、我的本质品质、我的动机转了。事情形式都一样，本质已经不同了。太阳的本质不是云雾的本质，不期待我转了，我被他给建议了，被鼓励被善待，被建议，被鼓励，被祝福，被祝福就可以了。的第一个绳子就会断掉，就不会被捆绑束缚，不会被绑架。第二个绳索，他对我责备、怪罪，怪我看他痛苦，这是幻象。让他痛苦可能是事实，做这个不好就让他痛苦，这情绪不好，他情绪很不好，很悲伤，有8大情绪是因为我害的，你害我悲伤，害我难过，害我受苦，可是事实却不是真理。真理的角度是情绪自己负责，我的动机我负责，你的情绪你负责，我的情绪我负责，所以这个被怪罪、被责备要把它断开，就第二种解脱。第三个一样的，我对他有期待，我要把它放下断开。我对他怪罪责备也要断开，就4条绳索就会解脱掉了，否则会一直捆绑。突然觉悟了，一样会拉下来，因为悟后没有修，没有修就可能又蒙蔽又退转的。起修嘛，不是不修不是躺平主义。现在有些修行法门会容易落入虚无主义，就是一切梦幻泡影都是幻化，就变不重要，这是一个误解的，容易会变成消极的、被动的、无所作为的，
然后放弃了、颓废的、躺平的，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有盲目的积极，那盲目的消极，右道又变成左道了，偏两道，这个荡秋千荡得太大，或者都飞出去了，这很危险啊！要在中道平衡，中道，中庸之道，好，这是有智慧的有为，有智慧的无为，不是盲目的有为，盲目的无为，好，不是执着主义，好，执着不执着也是执着，变成虚无主义，变成一个玩空，一个断灭空，什么都不做的空，那叫做空空的空空啊，这个空不是空的原来的意思，好，变成消极，反而空才会积极，因为空，因为虚拟，因为这些虚拟，所以可以改变，虚拟我可以有所作为，因为虚拟我怎么摔飞机都不会死，尽量摔都没关系，因为它是这是模拟飞机，但是不能为恶，不能害人，不能邪恶，好，只要记住不伤害别人，不违背良心，都是合理的，合情合理合法，好，这是善良的苦境，又它成为永恒的过程，这叫灵魂成长。好，那4个绳索断开，这样对自己也有捆绑，期待自己，好，责备自己，自我否定，自我的自残，那这些都把它断开。还有人容易卡音啊，容易跟灵气有不好的共振，容易被干扰，是因为他对看不到自己有期待，有期待容易连接到没有觉悟的灵界，高灵未必等于圣灵，高灵比我们高4D 5D，但是不见得是，可能还有云雾，好，不见得是圣灵，不见得是解脱者，不见得是觉悟者。怎么说呢？这样比喻哈，鸟园哈，还有更惨的是鸟笼，鸟笼关在里面更狭隘的，比鸟园更大是鸟区保护区哈，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像国家公园，像金门就是野鸟国家公园哈。那这个鸟园的，我们在鸟园里，我们是人道跟动物啊，大自然我们的物质界，都以监狱都比一个我们幻化出来的幻境，算是鸟园。鸟区都所谓的轨道第1道啊，更低频率的，更低的哈。那比我们高的天道阿修罗道就是鸟区，好，鸟区是天阿修罗，人跟天之间还没有半生不熟，登大人登某鬼叫做阿修罗哈，有天无缺天德，容易生气，动不动就生气，然后很傲慢，有嫉妒心，这个属性叫修罗。阿修罗这个神话的象征，就那个本质那个质地是如此的。5毒中的3毒特别重，好，那阿修罗修理阿罗汉，阿罗汉没有5毒嘛，哈，这样的比喻，好，那往阿修罗就走偏了，背道要修成阿罗汉变成阿修罗就偏掉，往台南就往台北的背道而驰，好，总之这个天人地都是一个受限，哈，但是我们在里面如何不受限，然后变成一个乌托邦呢？真正的心灵乌托邦能够活出来，好，应该从虚拟界活出非虚拟界的美德，好，这2界呢互相的和谐共荣，好，互相的交融，互相互助、互济、互补，这是我们下次要来运作的。好，那断开跟无形界的期待，跟无形界的怨天，我喜欢怨天会连到不好的频率哈，所以卡音就是可以卡观音，卡就不会再卡了哈，卡佛不如卡魔不如卡佛等等，好，到没有关卡，无限流没有关卡，所以频率如果有期待投资到虚空中，这灵界会连到没有觉悟者的灵界，好，非圣灵的高灵就容易被误导，好，我被这个负能会被干扰，这可以解除掉，下次要解构掉这一切无形界的干扰，好，在 FN 不被 AN 干扰。在法身不被报身干扰，好，在果地界不会被因地界干扰。好，今天分享到这边了，现在再来实作。时间过很快一下就过了哈，因为我这个进入状态就是超越时空的状态，当下嘛，涌泉的当下哈，涌泉，所以当下活出涌泉，而不是当下的枯井，当下的涌泉去灌溉一切啊，就是显化一切，就是美丽的人生哈。那下礼拜讲天命，活出天性，如果应用在生活中，在落实在地球生活，好，就是无限灵的好的24个那个美好的品质，在有限的生命显化出来。
那包含脱离财务危机缺房子、缺车子、缺银子的危机怎么解？我们有很多实务经验这是实际实务的经验，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作为分享，会带来希望。无所待有信望爱，有信愿行，无所待生其心，无所待立其行。那我们就下次再相会，一起来共修。我们做的一体的，每个生命都自己的大师，都是自己是平等的，平等且有不同的展现。好，感谢大家，感恩，谢谢。